误伐烛光。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们都变成了了不起的样子。这次还好你们来了，给了我们休整的时间。我去向店主汇报战况。我们在睿智魔神的魔神之冕上发现了星魔宫的传送印记，刚好6大关隘的储备已经被我们消耗的差不多了，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怎么回事？16柱杀戮魔神怎么突然来了？今日我必定将东南要塞一举拿下。结派，这次对人类发动的猛攻对我族十分重要。陛下亲自指派你进攻东南要塞，是对你的信任，亦是考验。你在16柱的位置已经待了很多年，没有晋升了吧？只要你能拿下东南要塞，陛下自会助你一臂之力。但若是失败，迎接你的就是陛下的雷霆之怒。属下定会完成魔神皇陛下所托，将东南要塞一举拿下。一群蝼蚁！日月之翼，永恒必来！什么东西？神器？难怪一个区区8级就能勉强挡住我的攻击，但仅凭一把神器，可拦不住我。魔神皇陛下要的东南要塞，今天我获定了。一把神器拦不住，那能法呢？什么？神器在人类这里？难道已经是什么烂大街的东西了吗？创造星辰之华章！烈光狂杀！神将术，死神神将。该死，还有一个！一出手就是杀招，还从没见过卢团长和残忍团长这样。毕竟他们要面对的可是16柱魔神，就派你们2个8阶的喽啰应战。看来东南要塞是挺废人了，就别挣扎了，臣服于伟大的魔神皇陛下，让陛下赐予你们新生。少废话，先赢够了再说。就让你们看看16柱魔神真正的力量。灵域，杀戮深渊。杀戮无止，死亡无尽。这是16柱魔神的领域，那些怪物是什么？糟了，他们的目的是东南要塞的地面防线，绝不能让这些怪物突破防线，进入东南要塞。怎么还有这么多？这些怪物源源不断的出现，活得越久，数量就越多，攻势越猛。一旦被他们成功攻占城墙，东南要塞的防守就会彻底被破。从今天起，东南要塞就归魔族所有。我要用你们所有人的鲜血来洗刷这片土地上令人厌恶的气息。现在
还有谁能阻我？16柱魔神还是太强了。卢浩成和彩儿再厉害，也只是2个8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东南要塞要成为第3个被魔族攻破的关隘了吗？这些怪物根本杀不完。只要我的杀戮深渊还在，这些杀戮之魔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也是英明的魔神皇陛下派我单枪匹马来攻打东南要塞的原因，因为我既是一整支杀戮军团。你即是军团吗？要是比人多，我也不会输。这里面储存了一道你爸的王座气息，有他在，关键时刻你就能使用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力量。我以杀戮之名净化末日深渊，一切对罪者终将判罚。神印王座。杀戮之神印王座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有神印及时降临了吧？哦，那出去多强！我们杀回去！真龙星爵，你为什么会有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也很快就知，不过是在你死之前。想杀我，可笑！你不过才8阶，又能发挥几分神印王座真正的力量？大荒之怒下！那就来试试神印化铠。怎么可能？不能再让他影响到东南要塞了，得将他引到无人的魔族区域。不可能！不可能！区区一个8阶，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或许因为这是爸爸的王座，我10年起来感觉不到任何阻滞，很亲近，就像那时感受到永恒与创造这神域王座的气息一般。有我在，休想靠近东南要塞一步！
但若是失败，迎接你的就是陛下的雷霆之怒。不可以！我必须拿下东南要塞，绝对不能辜负魔神王陛下的期望！魔神柱的威压！没想到一个小小八阶竟能使用神印王座的力量，但你不要忘了，魔神真正的力量可是来自于魔神柱。有魔神柱在，我和所有的杀戮之魔都能获得无限的增幅，实力是之前的10倍不止。东南要塞，我今天必须拿下！你们就给我去死吧！东南要塞真的要被破了吗？还是不能阻止他们吗？可我等的就是你召唤魔神柱。去吧，皓月。这股毁灭的力量！不要！我的魔神柱，快回去！现在反应过来吧，已经来不及了。把你们剩余的70根魔神柱一一摧毁。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看到魔神柱被摧毁的样子。你可知挑衅本皇的代价？终于来了，皓月，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最后一步。
可知挑衅本皇的担子。放心去做你们的事，这里有我们。前辈，那就辛苦你们了，一定会为你们争取足够的时间。多久？那加上我们呢？好一个魔神之域，好一个傲视九天！看来你们今天是有备而来，但那又如何？无论他逃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所有魔族听令，封锁魔域，全面搜捕龙浩辰和奥斯汀·格里芬，哪怕掘地3尺，也要将他们给我找出。奥斯汀·格里芬，没想到你竟能从陛下手中逃脱，但你又能逃多久？只要人类6大关隘全破，我就不信你不出来。团长，真的好惊险啊！我们差一点就要真的面对魔神皇了。团长，我们真的要突袭月魔宫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敢趁这个时候突袭月魔神柱。这时候怎么有人回来？真的进来了，这就是月魔宫了。傲视九天和魔神之远的前辈们，不知道能拖延魔神皇多久，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前方有月魔神柱的气息，这毕竟是第2柱的魔神宫，难保不会留有后手。你们不是应该跟随阿加雷斯大人在攻打玉龙关吗？怎么突然回来了？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我们怎么丝毫没有发现？他的等阶至少在9阶。他的气息已完美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之中，堪比顶尖刺客。这样的对手，是我们现在最不想碰到的。回大人，我们是被月魔神大人指派回来守卫月魔神柱的。啊！大人有所不知，就在刚刚，16柱魔神柱也被摧毁了。月魔神大人特意让我等回来，协助一名他最信任的亲卫，一起守卫月魔神柱。
想必说的就是大人您了。原来如此。但如果情况真像你们说的那么严峻，阿加雷斯大人怎么可能会派一些我都没见过的月魔接近他的魔神柱呢？人类猎魔者潜入月魔宫，接近月魔神柱，又夜月横为，可惜我并不是我所擅长的。若是我亲爱的弟弟所在，仅是一眼，可就能看穿你们的灵魂。一想到我亲爱的弟弟就是死在你们这些散发着垂口腐烂臭味的猎魔者手中，我就想把你们全杀了。没有时间这样跟他耗下去，必须速战速决。前进，一度破功，帮助大家寻找反攻的机会。了解。火狂焰剑。以为凭这样就能击中我？无剑继父。这个技能竟然无法从内部突破，现在看你还怎么躲！神域天阳三绝，烈阳焚空。死神气诀第一诀，死之伤。神技。结束了，看来我们把他炸的渣都不剩了。不对，两个神权者。邪人猎魔团，目的是魔神柱，我早该想到的。你就是杀了我亲爱的弟弟的龙浩辰，你是月魔西德里的哥哥龙浩辰。我得知弟弟死去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手刃你。但我受阿加雷斯大人指派，必须坚守猎魔宫。现在竟然亲自来到了我面前！他的速度太快，不能一击制胜就会陷入苦战。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和他周旋了。领域相对静止。在我的领域之中，所有速度在我之下的人都会陷入极端的慢速。浩辰，真是天意啊！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亲爱的弟弟报仇！想杀他，问过我了吗？你怎么能从我的领域之中挣脱？只要速度比你更快就行了。速度更快，真是大言不惭！与之幻影。射进全破了我的幻影，难道他的速度真的比我还要快？不，这不可能！
度再快，但被困住就无计可施了。这可是月魔神大人留在月魔宫的禁制，你是不可能挣脱的。在战场上，刺猬一旦失去主动权，面临的就是失败。但我会重新夺回主动权。正反杀戮结界。副团长好厉害！时间紧迫，我们得赶紧找到月魔神柱。那应该就是月魔神柱了。皓月，看你的了。我的魔神柱之地被人入侵了！奥斯汀格里芬！没想到你在东南要塞虚晃一枪，居然是为了偷袭我的月魔神柱，真是不知死活！敢动我的魔神柱，那我就让你们有来无回！糟了，我们被发现了！皓月，你再不快点，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什么？他们又消失了！该死，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吓死我了！不愧是第二主月魔神，真的好可怕呀！我们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被他抓住，死叫叫了。还好我们不是真的要摧毁月魔神柱。72魔神中的第二主，实力仅次于魔神皇。在他现在全盛的状态下，我们是不可能成功摧毁他的魔神柱的。你是说？没错，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前往星魔宫，趁星魔神重伤无力自保，摧毁他的星魔神柱。现在所有的魔神都在星宫溜达关隘，说是在整个魔族遍寻我的踪迹。魔神皇仍被2大称号及猎魔坛牵制，而皓月耗尽大半力量留在月魔神柱上的本源之力，也足够牵制月魔神一段时间。接下来，只要能成功摧毁星魔神柱，魔族便会实力大损，战争也会结束。晨晨，已经很晚了，再不睡的话就要长不高了。妈妈，我再练一会儿了，明天就是骑士师从考核了。晨晨为什么会想成为一名骑士呢？因为我想要变得更强，去更多的地方，保护更多的人，成为妈妈讲的故事里神印骑士那样的大英雄。可是晨晨，这条路并不好走呢。你会成功，但也可能会失败，甚至会为此。妈妈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放心了，妈妈，我一定不会让你伤心的。前面就是星魔宫了，星魔神柱就在里面，我们的计划拖延不了魔族很久，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毁掉星魔神柱。走吧。三柱神宫内有规则限制，不可使用永恒之塔，速战速决，破坏完立马离开。那上面有很浓郁的魔神柱气息，那就是星魔神柱了。我们抓紧时间破坏它。大家一鼓作气，小心！无理的入侵者，胆敢觊觎我族神之根基！我乃黎明交界之初，日月星三光交汇而生，必将遵循日月星三柱神之意志。对所有妄图破坏神之根基之人，降下死亡！小心，他身上有日月星三柱的气息。吸引他的注意。圣隐灵炉，束缚，好机会，我们一起上！他的实力远超寻常九阶，正面作战我们不是对手，不能继续跟他纠缠。我们的目标是星魔神柱，你们帮我牵制住他，我去破坏魔神柱。不服焰天！威猛流星锤！无剑继父！白刀上！无知的人类，感受一下来自太阳的炙焰吧！该结束了。
你也一起死吧！哎！哥哥，这股力量太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竟然在吸收这股力量，而且它竟然进化了！以血为誓，诸灵合一。再度降临了！我绝对不能让这股力量存在！我要杀掉你，然后在你的残骸上重新建立家园。新的家园，可笑！你们所谓的建立家园，就是毁灭我们的家吧？弱者被强者践踏，这不是你教给我们的吗？你到底在胡说什么？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家！你不配说这种话！他的毁灭之力正在侵蚀我。不好，魔神柱正在撤离。不可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将你毁掉。班长，这里有我们顶着呢，你快去破坏魔神柱！浩辰，快去！
龙浩辰，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等我很久了。你知道吗？这个星盘之上，一共9亿7046万颗星星，几乎囊括了整个人魔两族，包括我们3人在内，在过去的1年里，都是围绕你而运转。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切只为了这一刻，只为了在这里能将你彻底埋葬。可你们真正想要杀死的是皓月吗？你们害怕他，忌惮他，因为他是你们魔族真正的克星。不错，我们的确忌惮他，而你，奥斯汀·格里芬的血气者，在我的预言中，是你将他带到这个世界的，那他的生命也必将因你而终结。既然都已经知道了，就安心去死吧。浩辰，放开他！放开他！团长！反正只要你死，奥斯汀·格里芬也会死。这就是第二柱月魔神的实力吗？他的灵力是升到了80万。80万！我们所有人的灵力加起来都不到10万。我们赢不了他的。哦，伤害分摊，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种联系。既然如此，那就一起去死吧！阿加雷斯，跪下！这是我们第几次见面了？第4次，不。这应该是第5次了。第5次，在你更小的时候，我就曾见过你和你的妈妈。可是晨晨，这条路并不好走呢。你会成功，但也可能会失败，甚至会为此。妈妈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我和妈妈，为什么？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你只需要知道，今天你们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你自裁吧，之后我便会放你的队友离开。
这一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你们都要好好活着。团长！陆浩辰，你要干什么？团长难道是要毒死赴死吗？不可以，不可以！要死也得是我死！你想让我们踩着你的尸骨继续活下去吗？我们做不到！你不可以丢下我们！彩儿，对不起，若回应你，我便不能向前了。你自裁吧，之后我便会放你的队友离开。我不愿做一名自裁的懦夫，我向你挑战。我面前的对手是整个圣魔大陆的至强者，拥有100万灵力，距离成神只差1步。不，或者说，他已比肩神。所以这一次，我必须用尽我的全部力量。雅婷，是牺牲，闪灵。将，这些还不够，我需要更多、更加强大的力量。竟然在这个时候误入到了9阶。你再一次令我刮目相看。骑士殿精金12号骑士龙浩辰，请魔神皇应战。好，很好。你是几千年以来第一个让我用这把剑的人，这是我给你最高的尊重。你已经把魔族逼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能再让你继续向前了。再见了，孩子。
我以森然之王的身份，率整个森然，你是我这辈子最想获取的事物。让我这好擦气儿。真该这么说，这个连我世界1号人气，与你相比，爸爸希望下次再见时，你也能独当一面。浩辰，如果这就是死亡，晨晨为什么会想成为一名骑士呢？因为我想要变得更强，去更多的地方，保护更多的人。那我手中的剑，握紧了吗？龙浩辰，你要做我永远的太阳。受苦人也，受苦家人，万不辞。我要划破那无尽黑暗的天穹。竟然还能挥出最后的剑头，真是了不起啊！龙浩辰。这一剑将会告诉所有人类，并不是无法战胜。人类一定会赢。我在这里。不要哭。你别走，你不要离开我。愚昧！我只是在想，要是我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而且我也可以保护你，不会让你孤身一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上他！我会杀光你们，一个都不剩！全部斩死他！
道最重要的人，我不会少你。陛下，真要放虎归山吗？用你的命换他们的命。再见了，孩子。阿加雷斯。那孩子身上流淌着属于我的血液。什么？我亲手杀死了我的亲人。团长！我拿下他们！手下，手下，砸在地上！传我令，任何本族不得阻止他们离开。是。我们守不住了！放弃外城，快点回主城！尽情的杀戮吧，攻下嘉陵关！人类6大关就这样全被我们击垮！所有魔族听令，龙浩辰已死，圣战结束，所有军队撤回。是陛下，撤！收兵！今天就这么撤？陛下的话你还敢不听？此后，我魔族愿与人类停战10年。停战10年？孩子，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不可能！我绝不相信浩辰死了。但进攻嘉陵关的魔族的确已经全部撤离，万寿关也是一样的情况。狗屁！那小子才不会死！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找回来。刚刚，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发出了哀鸣。在不久前，我感受到它曾被点亮，但很快又再次沉寂。看来，魔族传来的消息是真的。老师，你听到了吗？浩辰的。不会的，浩辰不会死的。不可能，弟弟怎么可能会死呢？团盟主令，1级及以上猎魔团即刻前往魔族搜救光之晨曦，一定要将他们接回。
会炼那么多种丹药，但却没有一种能救你。是我没有，没用的是我。我明明是你的护宗骑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算什么护宗骑士？该死的是我！明明我们说好要一起同生共死的。现在却连为你报仇都做不到。杨文正，走吧，我们先回去。彩儿姑娘一直未醒，她需要救助。浩辰也需要尽快回联盟。等等，副团长醒了。浩辰，就来找你！罗浩辰，你还好吗？是叶小泪。大罗，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留给罗浩辰的精神联系好像快消失了。快消失？那就是还没。走，去梦幻天堂，浩辰说不定还有救。万物生息，生生不灭。枯木生花。求求了，一定要成功啊！救回团长！这是成功了！浩辰，
是没用吗？他的心脏被洞穿，也许只有能创造规则的神明才能救他。对不起，我只是一枚神格，无法施展自然女神的所有能力。不过，因为他曾受到自然女神眷顾，刚才大陆和我保住了他的灵魂7天不散。灵魂不散，可怜你都救不活团长，我们还能去找谁？也许还有个地方你们可以去试试。是哪儿？我曾在永恒之塔里感受过一丝超越神明的力量，说不定里面的那位能救罗浩辰。伊莱克斯。可现在团长这样，我们还能进入永恒之塔吗？我来试试。竟然真的可以！立刻带我们进永恒之塔。主母，主人怎么了？主人，浩辰有危险，伊莱克斯在哪儿？我们想找伊莱克斯救他。可我也见不到伊莱克斯大人。现在的他已经陷入沉眠，只有去到永恒之塔第7层，才能唤醒伊莱克斯大人。但根据他定下的规则，想要进入第7层，必须得先完成前6层所有挑战，收服所有圣位。所有圣位，也就是说，除去团长已收服的4名，我们还要挑战8名圣位。而且越往上走，圣位的实力越强。不仅如此，在每一层还有其他小关卡，而我们只有7天。接下来也许会很危险，你们先回联盟吧。不，我们跟你们一起。我们的命都是你们救的，现在也该我们来还了。说不定我们也能帮上一点忙。好，那就一起。我们一起把龙浩辰救回来。事不宜迟，开始吧。主母，我能帮你们移除所有奖励关卡，只留下圣位的试炼。这是第3层第1个圣位试炼的大门。当你们通过第6层的圣位试炼后，通往第7层的路才会显现。主母，你们要多加小心啊！因为主人现在的状态，永恒之塔也恢复了无主状态。你们挑战圣位所受到的伤害，永恒之塔是不会帮你们恢复的。没关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见到伊莱克斯。浩辰，等我。我们一定会把你复活。副团长，下令吧。团长不在，我们听你指挥。婴儿，浩辰就交给你了。放心吧，副团长，我一定会照顾好团长的。其他人和我一起出战。试炼之地第3层第1关，通关要求击败圣位8号。9阶暗属性骑士，拦住我们救团长的，都必须击败。1级7阶和1个8阶就敢来挑战我？林星坐镇后方，韩宇护着他，并远程控敌。其他人随我进攻！好强！就凭你们这点实力，可通不过我的试炼。
康城不在，新的团队默契度不够，必须调整作战方式。大家不要乱，用你们最熟悉的配合分组作战。我来挡住他们攻击。给我停下！我一锤！污灭暗域！他的防御竟然也这么强！哼，想破开我的防御？我们上！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的确还不错。不过接下来轮到我了。暗灭火斧，大家小心！圣光千尊！给我闪开！你的实力勉强还可以，但他们连我一招都挡不住。我很疑惑，你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韩宇，浩辰不在，你就是团队最后的防线。对，冷静下来，我们不能让副团长独自战斗。引父火，圣光斩，裂空炮，雷神灭世！暗灭火斧！就是此刻，无限击负！停车也就困住我！能困住你一瞬就够了。死神气诀第一诀，一之伤。还有我们！输了。不过之后的每一关圣位都比我更强，祝你们好运。试炼之地第3层第1关已通关，请确认是否继续挑战。终于赢了。不过怎么感觉副团长更强了？记忆恢复后，我在彻底吸收了神卷觉醒的力量，死神气诀的威力也变得更强。可是这一招对你造成的反噬却更严重了。只要能救浩辰，我没有关系。哎，副团长，你们成功了！朱母，要继续挑战吗？我们去下一关吧。记忆恢复后，我在彻底吸收了神卷觉醒的力量。可是这一招对你造成的反噬却更严重了。不过之后的每一关圣位都比我更强。等等，副团长，下一关，请让我独自迎战。后面一关比一关困难，虽然很不甘心，但后面我们能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最强的圣位，只有最佳状态下的副团长你才能战胜。为了通关所有试炼复活团长，前面的圣位就交给我们吧。对，我们也不想一直在你们身后了。我也要对付一个圣位。我也同意这个决定。我们一定会将你送到永恒之塔第6层。好，那我去了。我和你一起，我是守护骑士，正好与你配合。而且龙兄弟的恩情，我也要报答。试炼之地第3层第2关，通关要求：击败圣位7号。这个世界上
竟然真的存在光明属性的亡灵。终于来了，愿伊莱克斯大人保佑你们，别输得太惨。雕兄，请我创造一击的机会。光之克敌，一瞬而已，目光一现，好快！这样我一招都放不出来啊！身为7号虽是光系魔法师，但他不仅魔法威力很强，攻击速度也极快，堪比刺客。那怎么办啊？速度根本不是他俩的强项啊！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可试炼一旦开始，就无法中断。认输吧，你们没有胜算。林兄不可，这可是爆灵弹，您价值这么多，身体可能会承受不住爆体而亡的。我将等不起了，我一定要赢，和你拼了！哦，9阶进招，但现在的你才7阶，强行驱动也不怕浑身经脉破裂？要么赢，要么死！我一定会为你创造这一击的机会。再快点，再快点！即使你耗尽灵力，也不可能使用出卷轴中的技能，别争着他们。对弈，结束了。不用管我，这是你的进招，一定要击败他！付出一切，就算付出生命。付出这么大代价，也就只为我一个承诺？没错，我相信你。那我也答应。我的选择是，林夕也要复活团长。万法归一。还真是无趣啊！鲜血为祭，记住，风朔苍穹。人类的信念，竟然能令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潜力吗？试炼之地第3层第2关已通关。团长，我这个队友没让你失望吧？那就好。林夕，试炼之地第3层已全部通关。是否开启第4层试炼？主母，他们伤得很重，我会在这里照顾他们，你们放心，继续挑战吧。冰与火，难道这一层是2名圣位同时驻守吗？你们留在这里吧，林信他们的胜利代价太沉重了。
下一关还是只要能复活团长，付出什么都值得。林心一定是这么想的，我们也是。埋住！下一关，我去，我也会赢。别担心，我陪婴儿一起。那就拜托你们了，一定要小心。浩辰也不想看到你们出事。第4层的圣位实力，只会比第3层的更强，而且还有2个，我们一定要小心。刚好来了2个，难道我对付？另一个你来。试炼之地第4层第1关，通关要求：击败圣位5号、圣位6号。杨文章，我没事，你要小心。麦都没有接触到对方技能就被高温影响到，他的火焰绝对不正常。下手可能把握不住分寸，减量。来，战场上分神，什么意思啊？与他的剑相交锋，寒意会传到我的手上。感受到了我这接近极致的冰属性。再来！他们一冰一火，那是不是可以？好强的攻击，这样轰下去不行。婴儿，我明白了。商量出什么方案了吗？一定要有趣啊！看牙，再看牙！就是现在，婴儿！心潮跃迁！我们成功了吗？不对，你要小心！麦兜，你先回去。杨文章，你怎么样？能想到利用我们的属性对付我们，你们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不够。还是兄弟你的义气给力啊！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有赢的希望。杨文章，我必须试试那个办法，但可能代价很大。婴儿，我相信你，来吧。你们嘀咕什么呢？打不打？我不会再让你们阻拦我们救团长。神将术，兽神神将，灵魂所得，与你兽神赐福，神力加身。这小姑娘竟通过燃烧自己的生命本源，强行把她的实力提到了9阶。杨文章，打败他们！狂妄，一个9阶而已。什么？臭小鬼，你们完了！别挡着我！与你神威浩瀚，战无不胜。关心寂灭！杨文章，团长一定会复活的，对吧？当然，一定会的。
杨文昭，试炼之地第4层已全部通关，现在才通过2层，就已经有4个人失去战力昏迷。主母，你们真的能通关吗？婴儿，杨文昭。试炼之地第4层已全部通关，请确认是否开启第5层试炼。副团长，第5层的试炼就交给我们吧。林欣给的丹药我们都备着呢，下一关我俩一定拿下。下一关的难度应该会比第4层更。团长，相信我。这就是永恒之塔第5层了。荒沙荒土，看来驻守在此的圣卫是土属性的。小心，他来了。区2个7阶就想过来挑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强的力量，连我如此普通的一击都挡不住，真是没意思。我可没有陪小朋友玩过家家的兴趣。不愧是第5层的圣卫。就算是魔神皇也挡不住我！再来！不错不错，这才像样。这样才有陪你们玩下去的兴趣啊！哎，学长！这么大的动静，可能是圣卫4号准备动真格了。什么意思？他们现在面对的圣卫4号以力量著称，能随时借助大地之力为自己增幅，而且他极其好战，一旦认真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双锤所到之处，便是天崩地裂，无人能够幸免于难。没完呢！这一击坚硬生生打断了我的肋骨。这就结束了？我可是才刚刚热身呢。哦，居然还能站起来！让我来试试有药哥的爆灵丹到底管不管用。风化紫雷凝体，来吧！司马欣，在爆灵情况下狂化，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只要能复活团长，再吃100颗爆灵丹我都受得住。不错的气势，你不够！这种事应该让我来的，因为我是他的护从骑士啊！牺牲时我没能挡在他面前，现在哪怕付出生命，我也绝不退缩。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让你们甘愿为他做到这种地步。啊，接好了，我的最强一击！司马迁，我来！三轮合柱！师兄弟，就一起顶着！硬生生的扛住！司马迁，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我们要在空中才能击败他。
可笑！雷神之拳！就你们！就算在空中，也足以打败你们！安野！什么？我动态还没完！就算是死，要先干掉你！没想到这两个小子竟然这么顽强，导演手不远。韩宇，司马迁，帮我照看好浩辰。司马迁，韩宇，副团长。我们做到了，剩下的我们帮不了了。副团长，你得……试炼之地第5层第1关已通过，请确认是否继续挑战。朱魔。从下一关开始，你们将要面对的都是最早跟随伊莱克斯大人的亲卫，难度会成倍上升。接下来的试炼会更艰难，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圆圆他们也陷入危险。这一关，我跟你们一起。副团长，还是让我们俩来吧。为了能够继续前进，你的力量一定要留在最后面。可是，其他人都为团长尽了全力。这个时候，我们更不会退缩。圆圆小心！如此强大的风元素，驻守在此的侍卫实力远超寻常九阶。在这无边无际的梦里漫游了这么多年，终归还是有些无聊。今天终于有人闯入。确定是你们2个来挑战我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们才7阶。我很确定，而且今天我们一定要通过这场试炼。没错，身为3号前辈，请开启你的试炼。不要叫我前辈，都把我叫银游之风，风刃。为就将我的盾击碎。身为3号，曾被称为疾风吟游者，不单单是因为他攻击时带来的恐怖风压。作为最强大的风系魔法师亲卫，他的施法速度和行动速度都超乎寻常。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你们是不可能赢的，还是尽早放弃。放哥。血剧狂舞，可惜袁小仙，你的蓄力慢了点。看来你的试炼可以结束了。那是张放放，这把刀你拿着，之前你救我一命。哦，看来不肯放弃呢，那就用我最高规格的魔法礼带你们结束战斗吧。风之领域，风击，他的领域竟能将所有风元素都化为己用，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不够强大，怎么能成为伊莱克斯大人的圣卫呢？领域带来的风压还在增强。这种感觉如同劲咒，想要赢他，必须击破这个领域。
宝灵银龙拳！在我的领域里，你们的攻击不值一提。 可恶！我的攻击甚至伤不到他一根头发，离心断野，他们做到了。杨文昭也拼尽了全力，司马谢和韩宇也都完成了试炼。再这样打下去，你们只会走向悲剧的结局。只要你们愿意放弃，我可以送你们平安出去。我身上流淌的可是巨灵神一脉的血液。宝灵神教术！不，你不是神眷者，妄想以凡人之力施神将之术。难道你要燃烧生命以神降临？你不怕死吗？月月，只要有一丝机会，我就会全力以赴，就像团长每次做的那样。哼，真是愚蠢！我一定要打败你！果然，以凡人之躯，哪怕耗尽生机，也无法完成神将。不，没结束！结束！生命共享！这是月月，放哥，带着我的这份力量，想到最后。 直接分出一半的生命力给他。一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好好活着。团长，我一定会带你回来。 放哥，我们成功了。人类居然可以为了守护他人，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就连我这枯寂的亡灵之心，都好像被重新点燃。成功了，圆圆。离团长复活更近了一步，但我又欠了你一次。你不用觉得亏欠。 因为我想成为你永远的后盾，我喜欢。放哥，月月，试炼之地第5层已全部通关，请确认是否开启第6层试验。 圆圆，张团长，对不起，副团长，我们只能陪你走到这里。接下来最难的那段路，只能你一个人走了。复活团长最后的希望，也交给你。
主母，接下来的第6层需要同时战胜2位圣位，主母还带着主人，一个人真的能行吗？我不是一个人，是大家一起让我们走到了这里。我们一定会通过永恒之塔的所有考验，见到伊莱克斯，复活浩辰。你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试炼开始，通关要求：闯过悲哭之桥，即可打开通天之门，前往永恒之塔第7层。守关者乃是伊莱克斯大人的代行者，12圣位之首，曾以一己之力破辉煌教廷1000万大军，被伊莱克斯大人赐予光明之势与黑暗之气的圣位1号与圣位2号。我等在此等候1000年的继承者，竟连9阶都不到，真是让人失望。就交给你了吧。那就随便解决了他吧。万灵同悲，怨海齐鸣。不管是1000个、1万个，还是1000万个，都休想阻我！没想到还有点实力，那就再试试这招。星穹陨灭。刚才的气势呢，挑战者？地狱斩刃！他的速度太快，刚好克制你。让我来，镜皇，瞬光，开！看来试炼结束了。神将术，死神神将。浩辰，你先在这里等我。你敢伤他？他的力量怎么变得这么强？看来我能小瞧了他。那就用这一招结束这场战斗吧。相克相生，光暗相融，光暗元素融合领域。到此为止了。等你什么时候突破9阶，拥有领域再来吧。届时，你或许才能有一战之力。突破9阶，拥有领域，我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浩辰还在等我，我今天必须要击败你们，去到永恒之塔第7层。死神！神卷之人，献上你的6感，可以获得一次使用我全部力量的机会。
完成你想做的任何事。你可以取走我的6卡，但不是现在。我要亲眼见到龙浩辰复活。从来没有人敢跟死神谈条件。那我就是第一个。交易成立。怎么回事？他的力量又增强了，还在不断的提升，必须尽快了解他。死神7诀，第7诀。冥河渡灭。浩辰，让你久等了，马上就能见到伊莱克斯，将你复活了。恭喜通关永恒之塔第6层试炼之地。执永恒玄律，开通天之门，登通天之路，方可抵达永恒之塔第7层，觐见伟大的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伊莱克斯。副团长他成功通过第6层了。那扇门后，就是伊莱克斯所在的第7层了。太好了，只要见到伊莱克斯，就能复活团长了。这就是通往永恒之塔第7层的通天之路，我也是第一次见。但这阶梯根本望不到头，起码有几万层吧。这要怎么上去？一步一叩首，通天路通天。什么？一步一叩首？这么长的路，怎么可能上得去？副团长，我们来帮你。我们没办法过去，难道要让副团长一个人背着团长上去吗？太过分了！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为什么还有这种难关？真的不是在耍我们吗？浩辰，再等等我，很快我们就能见面了。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
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通天之路考验开始，灵力散尽，血肉之躯扣过万重阶梯，方可完成考验。散尽灵力，以血肉之躯一步一靠手，彩儿姑娘一个女孩子，如何能背着龙团长走上万层阶梯？这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在耍我们！副团长。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依靠着你，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副团长，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为何我不愿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副团长，他已经走了整整1天了，但通天路还是望不到尽头，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不要怕，我会在这里。你看向我，想看着命运一字一句。你眼底泛的浪，无声的淹没我生命中的暗。于是我不再躲，我是说如果世界在下落，请你抓住我。为何我不愿自由？宁愿活在你左右。我一定会将你复活，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找回了我们所有的记忆。外面都是魔族，你不能出去。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陌生人？不是陌生人，你干什么？你明明可以躲开。这是我应该受的惩罚。该受惩罚的应该是你。不管我们以前如何，下次战斗时不要离我太近。否则我会无差别攻击，伤到你。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现在重新开始。我好想你，彩儿，不要哭。
彩儿，醒醒！看，我摘了那边最漂亮的花，做了这个花环给你。阿晨，彩儿，没事了，不会再那么辛苦了。以后我来带彩儿走。怎么突然下雨了？看来今晚抓不了萤火虫了。彩儿，快看，好可爱的烟花！有小猫，还有小狗，还有这个，竟然是大鲸鱼！阿晨，再高点，我想抓住它呀！生命啊，请保佑我和阿晨永远不分开吧。彩儿，走吧，我们去参加猎魔团选拔赛。我选刺客殿的圣彩儿。彩儿，彩儿，我来娶你了。我等这一刻很久了。戴上勿忘我戒指，定下我们永不分开的契约。彩儿，你怎么了？醒过来，快点醒过来！醒过来！快点醒过来！他还在等你。副团长已经走了3天的通天路，人影都看不到了，还没走到尽头吗？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是复活团长的最后期限，这可怎么办呢？彩儿，对不起，我要走了。彩儿，副团长，姑娘，副团长，彩儿等等，我会走向残酷的真实，因为你还在等我。彩儿姑娘醒过来了。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副团长，加油！加油！主母和主人真的太不容易了，为什么我没有权限帮帮他们？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要告诉他们，这个考验根本没有尽头。你觉得即便你说了，他又会停止吗？
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你们快看，通天路开始坍塌了！为什么？就这么不想让我们通过吗？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龙浩辰！之躯，历尽艰辛，勘破迷障，至诚至信，至情至真。恭喜完成通天之路的试炼。
求伊莱克斯前辈，救我挚爱卢浩辰。这是哪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你能复活，全是因为他。是他献出了自己的心脏，才换回了你的生命。彩儿，彩儿！彩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背着你爬上了永恒之塔第7层来找我，他历经了千辛万苦，求我一定要复活你。我问他，付出那么多，真的值得吗？他说，值得，为了他，付出一切都值得。然后我说，一切，包括你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为什么？爱情有那么重要吗？爱情里充满着背叛、激动、伤害、痛苦，甚至会给你带来永远、永远无法磨灭的悔恨。不，这无关爱情。他是我的卢浩辰，我是他的彩儿，我就是愿意为他献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然后我就那就用你的心脏来换他复活吧。如他所愿。都怪我回来的太晚了，才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彩儿，幸好你还什么都没有想起来。求伊莱克斯前辈，把这颗心脏还给彩儿。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求伊莱克斯前辈，把这颗心脏还给彩儿。你别走，你不要离开我。求伊莱克斯前辈，把这颗心脏还给彩儿。你可是光明之子，生来便肩负为全人类而战的使命。你真的愿意为了爱情，放弃生命，放弃你的信仰吗？为了彩儿，放弃信仰又如何？
没事，太好了。你没事才是最好的。你个大男人哭什么呀？你不也在哭吗？死都死了，哪来的什么眼泪？彩儿，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是在哪儿？是伊莱克斯前辈。既然如此，我们来打个赌吧。他的心脏已经完全被毁，无法再生，但你拥有死神传承，用你的死亡之力为他冲破生与死的屏障，再用我曾经身为光明之子的所有力量，可以为他重塑一颗永恒之心。但他还需完成我的一个考验，如果考验失败，这颗心脏就会彻底崩碎。多谢伊莱克斯前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没什么，我醒来后见到你们二人，也觉得挺有趣的。而且，我也想和你们讲讲我的故事。伊莱克斯，看起来比起成为光明之子，没错，我更喜欢我的创作。不是还有一辈子吗？难道不敢？伊莱克斯，你知道至死方休是什么意思吗？佩罗，我可没允许你残害无辜百姓！从今日始，我将辅佐您登上成神者，直到您成为新的光明神。光明神，这个是我的，是月神窝。伊莱克斯遵循指引来到此处，他想知道如何才能获得大龟甲术，得到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打败死神，杀死他。凡人，你似乎不太一样啊！看着我，伊莱克斯，你真的获得了大龟甲术？不错。等你们完婚，我想将西亚的王位传给伊莱克斯。成为西亚的王是我从小的梦想。你要辅佐他，把西亚变得更好。我不要这样的未来！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归你？为什么你还要抢走我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就好了。我能感受到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还在有某种能量存在。人死不能复生，这是创世设定的规则，谁都无法打破。你竟然真的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留住了所有的亡灵。我，伊莱克斯，将会率领你们向全世界宣战，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当时杨爷爷查看前辈留下的永恒之塔时，只看到一片纯白，并不像传闻中亡灵天灾的力量。外界对您的误解实在太深了。世人对我如何评判，我并不在意。倒是你的那颗永恒之心，虽然让你成功复活，但还不够强大，而且彩儿也需要清除他所受的反噬之力。所以，我要带你们去找我的一个老朋友。何人胆敢
擅闯本神神地。老朋友来了，你就是这么迎接的吗？伊莱克斯，你来做什么？你的神眷者很不错，可我不喜欢你们在他身上留下的反噬之力。我们创定的规则，轮不到你来评价。规则？不就是用来打破的？乖徒儿们，接下来由你们去对战他。放心，他只是死神的一抹神念，尝试与神念作战，对你们也有好处。抓紧时间，先去热个身吧。你们两个神眷者，为何会自甘堕落？竟然跟亡灵天灾混在一起！他是我们的老师、恩人。神域，天阳三绝，微阳之派。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故事，那就凭你们，哪来的自信挑战神明？他的力量好强，这就是神明之威吗？光明神眷者，你的光明之力比起真正的神明之力来说，还差得远。别慌，海儿，先上。死神气诀第二诀，死之惧。你的力量都来自于我。你怎么能赢我？趁现在，浩辰。海儿，注意感受他的死神之力。不要在意他们的外形，只把他们想象成一股股能量。你体内的反噬之力，也不过是同样的能量。转化那些能量，痛苦或力量，将只在你的一念之间。这是净化之力。莱克斯，你怎么能教他接近规则的力量？你越界了。接下来到你了，浩辰。我们来强化你的永恒之心。首先，充分展开你的光明之力，再将被彩儿净化出的神明之力全部吸收。伊莱克斯，住口！先天内灵力竟然涨到了120点，又一次超越规则。乖徒儿，尽情感受这股力量，感受凌驾光明之神的滋味。
乖徒儿，你比为师想的还要厉害呀！这是老朋友，多谢你的帮助，但再帮我给他带个话吧，就说我想去别的位面走走，让他最好不要拦我。伊莱克斯，你沉睡几千年，还是那么狂妄！你以为你是神明吗？还想穿越位面？神明？如果我想，我早已是神明。老师，乖徒儿们，我们也要告别了。告别？谢谢你们，能被你们两个唤醒，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更感激您，伊莱克斯前辈。如今，你们一个拥有我光明之力的传承，另一个则拥有我掌握死亡的净化之力。为师也就可以放心的出去转转了。老师，这也太突然了。您要去哪里？我们以后怎样才能再见？好孩子，比起再见，不如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这场相遇。送别恩师伊莱克斯。等一下，我可不喜欢这种伤感的告别，我喜欢甜一点。夕阳落下的龙浩辰，远方传来的蝉鸣，承载我们青涩美好的回忆。时间一年又一年，轮转一遍又一遍，将这段故事推进下一页。走向繁华盛开之路中有一天，只要我们在一起变上个月前，迎着寒冬走向不确定的终点，翻山越岭升天，我们会在中间。你为什么要种这么多花？因为我希望彩儿来找我的路上都是鲜花盛开的。那要是我没有来找你，那我就一直在这里等你。你再也不准离开我了，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去哪个方向？天大地大，世界多宽广，移动去想去的地方。以灿烂为名，成为最耀眼星光。亲爱的林心，好久不见。今天是你们离开的第4年，也是圣战结束后的第4年。
圣战让整个联盟损失惨重，也让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联盟需要更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实力。姚盟主曾多次提出新联盟提案，他希望能重组6大殿，结合所有资源，统一调配。但不知为何，这个提案一直都未被落实下来。我想，如果真的成立了新联盟，也许我们的燃烧军团会变得更强吧。你知道吗？我们的燃烧军团现在已经是嘉陵关第1军团了，我也成功突破到了8000。我们大家每一天都在等待着你的回归。再过几天，就是联盟10年一届的圣殿大比了。到时候我会跟林爷爷一起去圣城，但我不是去参加比赛，而是去见好朋友。圣盟大拍卖场的未央小姐和灵儿少主，很惊讶吧？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很惊讶，据说是曾经听你们提到过我，所以一直想见见。他们告诉我，除了联盟，拍卖场也一直在派人寻找你们的消息，并且他们与我一样，都坚信你们一定会回来，因为你们可是能一次次创造奇迹的光之晨曦。别担心，我会好好履行我们的约定，守好燃烧军团，照顾好林爷爷。你也要履行约定，好好的回来见我。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心儿，你在吗？林爷爷。哈哈，心儿啊，这次大比后，要不你还是回骑士殿吧？我跟老韩打过招呼了，到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回去。林爷爷，您就别再劝我了，我不会离开魔法殿的，这是我和他的约定。心儿，你又是何必呢？4年了，如果他们还活着，不可能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也是怕你一直等下去，这一辈子都耽误在这儿了。怎么，爷爷是不喜欢我这个干孙女了吗？爷爷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只是这次圣殿大比情况复杂，恐怕会出现很多变数。我们6殿之间的局势也会发生变化。爷爷是担心，你身为一名骑士，留守在魔法殿。这次圣殿大比，魔法殿要开始行动了吗？就在刚刚，我收到了魔法殿的传信，李正直同意了我们将6大殿重组，集合所有资源，统一调配，形成新联盟的提案。但这个提案之前一直都是因为魔法殿的阻止才没能成功推行。这次李正直怎么突然同意了？哼，还能是因为什么？新一届的圣殿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按照规定，联盟盟主不能连任，新的盟主将从圣殿大比排名第1的殿中诞生。他这就是在向骑士殿挑衅，告诉我们，这次圣殿大比，他魔法殿要当第1，他李正直要当新联盟的第1任盟主，掌控6大殿。李正直一直韬光养晦，这次这般行事，我猜想，他的灵力很可能已经超过了50万点，甚至有可能更高。50万，那岂不是已经达到了9阶5级？灵力达到10万，即为9阶，但9阶之上又分10级，每提升10万灵力，才能晋升1级。李正直恐怕已成为当之无愧的联盟第1人。你我已受限于灵力50万的瓶颈多年，至今无法突破。
在没有神印王座加持的情况下，恐怕很难胜过他。即便如此，那个老家伙想赢我也没那么容易。星域殿主真的不参加这次圣殿大比了吗？他从魔族逃回来后，旧伤一直未愈，留在玉龙关是最好的。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他李正直骑到我骑士殿头上。怕的不仅仅是李正直，还有魔法殿的后备力量。4年前的那场圣战，整个联盟都损失惨重，治疗殿、战士殿、灵魂殿城池被破，死伤无数，把我们骑士殿最优秀的少年天才们也全都折损在了那场战役之中。唯有魔法殿有幸保全了自身。可以说，目前的6大殿只有魔法殿没有面临断代的风险。都怪我，当初我们就不该放他们重组猎魔团出去做任务。如果他们还在，我们几个老东西现在又岂会如此为难？谁要为难我爷爷了？魔法殿允诺，只要我们在此次圣殿大比中帮助魔法殿击败骑士殿，获得最后的胜利，新联盟成立以后，战士殿将占据重要地位，获得更多资源。这个提议我不接受。6大殿都是一家，为什么要帮着这个打那个？这像什么话？对呀，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去打魔族才对。魔法殿可以邀请我们，必然也可以邀请其他殿。如果我们拒绝，其他殿却接受了呢？我们战士殿向来是资源最紧缺的，这个提议我没理由不接受。好了，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就散会。我有意见。是谁敢擅闯战士殿会议？好久不见了，邱殿主。魔法殿传信来给我们干什么？我们灵魂殿向来保持中立，从不结盟。对，所以李正直传信来，是希望我们继续保持中立。看来他应该是已经说服了治疗殿和战士殿，对此次新联盟的盟主之位势在必得。李正直这人实力是有的，可惜城府太深，由他统治新联盟并非幸事。可如今这局势，我们也确实不好插手。阿水，快看，圣树显灵了！爷爷奶奶，我好想你们。圣月殿主，显而易见，骑士殿已经走向颓势。我不认为这一届圣殿大比，我们刺客殿依旧要全力支持骑士殿。薛老说的有道理，这几年魔法殿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这一届圣殿大比，我也不看好骑士殿能继续卫冕。刺客殿与骑士殿结盟多少年了？难道因为一次圣殿大比就要抛弃盟友吗？你们这帮不懂得赚钱的家伙！圣月殿主，你可知你的一意孤行，极有可能会导致刺客殿以后在新联盟中没有话语权。话语权是要凭实力夺取。何人在此？竟敢扰乱我刺客殿内部会议！来，夺取你话语权的人。
事情都办妥了。正如店主所料，治疗殿和战士殿都答应了我们的结盟，灵魂殿也保持中立。很好。以往我一直不同意成立新联盟，是因为我们魔法殿并不具备主导的力量。但这次圣殿大比情况不一样了，盟主之位我势在必得。骑士殿已经示威，我有信心带领新联盟反击魔族，夺回属于我们的领土。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毫无保留地支持我。走吧，该出发了。终于等到了！走，新一届的圣殿大比，马上就能看到6大殿最强者的巅峰对决了。走，我们快入场。行。咱们快进去吧。据说今年魔法殿势头特别旺，真的吗？仙儿，怎么了？啊，没什么。走吧。国度这次冠军还是骑士殿。哎，那可不一定。我看魔法殿这几年越来越强，你看看周围多少魔法师。哇，那是称号级猎魔团魔神之韵的团长陈子巅。本届圣殿大比将由我来担任总裁判长。圣殿大比是联盟最高等级的比赛，只有各殿8阶级以上的职业者才可参与。公平起见，还将禁止使用一切神器装备。本届大比参赛人数共256人，他们将代表各自殿通过抽签进行1对1积分淘汰赛，积分最多的殿就是本次大比的冠军。下面，请参赛选手依次入场。魔法殿这次居然来了这么多人，看来这一届的冠军被他们部署了。店主，哎，不是6殿都入场完毕了吗？怎么还不开始比赛啊？今年除了6大殿之外，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以称号级猎魔团的身份参加圣殿大比。称号级猎魔团，陈团长是裁判，不可能是魔神之允，难道是傲视九天？为了达到参赛人数，这支猎魔团招募了其他猎魔者，人数增加到10人，符合大比规则。这支猎魔团的称号是光之晨曦。是他们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们没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光之晨曦，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那支传说中最年轻的称号级猎魔团，也是因为他们团长龙浩辰的牺牲，才换来了人魔2族的休战协议。什么？竟然就是他们！那他们团长都已经死了，团队还没有解散，还能参加圣殿大比吗？他们真的要以称号级猎魔团的名义参加圣殿大比，争夺联盟盟主之位吗？他们团长都不在了，实力肯定大打折扣。光之晨曦，选择这个时间回归，还真是让人意外啊。不过不重要，一支毫无底蕴可言的猎魔团，只要拿不了第1名，盟主之位仍旧是我的。现在，我宣布，圣殿大比正式开始。
第一轮比赛中，胜者将为其势力赢得10分，败者即视为淘汰。而在之后的每一轮中，获胜者的奖励积分都将翻倍。比赛中不得故意伤害对手，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也将判负，并将追究责任。第一轮比赛共有256位选手参赛，将进行128场比赛。接下来，抽签开始。第一场，光之晨曦对刺客殿，双方入场。没想到第一场就能看到光之晨曦参战，可他对上的刺客可不简单啊！据说早已迈入8阶巅峰，离9阶只有1步。但光之晨曦的这个骑士看起来那么年轻，估计也才刚进8阶吧。那这一战，光之晨曦获胜的几率看来不高啊。为保护比赛公平性，试炼场将提供柱子，掩护刺客身形。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光之晨曦的实力究竟如何。双方就位，比赛开始。竟然是9阶！我没听错吧？这么年轻的9阶！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接下来我也会全力以赴。看你的样子，应该也才刚进入9阶不久吧？而我这些年沉淀的经验，可不是你和毛头小子能比的。求新求育。9阶又如何？我还是被你困住。起手失败吧，唤醒灵炉，无尽之刃。李晨能够这么快进入8阶巅峰，正是因为他拥有了排名前10的幻影灵炉。那就看看谁的灵炉更胜一筹。什么？星陨灵炉，掠至星地。竟然是星海灵炉进化到极致的星陨灵炉，这威力足以排进灵炉前5。文昭这孩子，当年可也是我们店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圣殿大比第一场，光之晨曦获胜，积10分。看来这次圣殿大比要出现计划之外的变化了。下一场，光之晨曦对灵魂殿。双方入场。哇！快看，是教主大人！我没演过吧？快看，教主大人要上场了！终于又能见到教主大人的样子了吧？兄弟，你先把你的召唤兽叫出来吧，我直接和他打。教主大人也太帅了吧！教主大人就是我的神，我愿追随教主大人一辈子。真后继猎魔团的人就能这么瞧不起别人，我会让你付出代价。这是地狱之门，灵魂殿8阶顶级召唤法术。他所召唤的
最低都是9级的黑暗魔兽。光头不会有事吧？这样才对嘛！这就是你瞧不起人的后果。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太弱了！什么？他竟然是9阶！上岛前没吃饭吗？移形淬体！哇，这是什么技能？战士殿的狂化吗？不，他现在的狂化程度已经超出了战士殿历史所记载的范围。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过去这几年，司马迁利用此幻神雷灵罗的雷霆，不断改进狂化技能，创造了只属于他的雷霆淬体狂化。接下来该我了，先吃我一拳！再来一个上勾拳！接下来尝尝这个当头一发！你的这个召唤兽不经打呀？还有更厉害点的吗？我认输。赢了，法塔，你最帅了！低调些，大家都看着你呢。这人怎么开心的像自己赢了一样？光之晨曦获胜。下一场，光之晨曦对骑士殿。接下来就看本9阶天才魔法师的表演了。哇，他也太帅了吧！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这人也太目中无人了，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比赛开始！第一场比赛，我将以最帅的一招震撼全场。灵灵成钢，灵钢成线。这4年他没有虚度。几年未见，他对魔法的操控更强了。不过，我也一直在进步。如果银钢成线消耗极大，他持久战，我应当还有几分胜算。就让你的光盾试试我自创的剑咒吧！焰狂咒法！这什么劲招？竟然让我感觉到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我认输，我认输！那就给这场比赛留下一个最盛大的结尾。星儿，我回来了！这么强烈的一击，结果只是在秀恩爱，这也太骚包了吧！这个星儿又是谁啊？你们行，你这个混蛋！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都没有抽到光之晨曦，上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下午的比赛中，段誉抽到了一个和他同样等阶的8阶土系魔法师，顺利赢下了比赛。承让了，光之晨曦获胜。张放放却抽到了战士殿的人我旁前辈。4年过去，
他们两人也都成功突破到9阶，一时难分胜负。最后，张放放利用从圣卫2号前辈身上学到的精神控制技能，成功赢得了比赛。丁儿、圆圆和韩宇也陆续完成比赛，轻松获得胜利。截止至目前，光之晨曦所有出战成员都成功晋级。下一场，光之晨曦对刺客殿。真是巧啊，圣女！那天看在圣月殿主的份上，没有和你切磋。今天就让我看看你这个圣女究竟几斤几两，有没有资格领导整个刺客殿的未来。比赛开始！传闻中的巡回圣女有这件本事吗？12空月！是李玉，今天比赛见到的第一个李玉。薛之胜的12空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战斗型领域，能一瞬间发出多道堪比9阶禁咒威力的攻击。20柱之下的魔神几乎都顶不住他的一击，不知道彩儿会怎么应对。12空域，全域刺出！他怎么变得这么强？小丫头，还没完呢！12空域，全域合一！12空域合一释放攻击，整个试炼场都会直接被洞穿。准备受死吧！薛之胜这家伙想对我的宝贝曾孙子干什么？我要宰了他！店主，你看彩儿脚下。进化之域，盛世莲花。这怎么可能？不可能！那天要不是看在曾祖的份上，你早就死了。发生了什么？是领域。光之晨曦的刺客也有领域，但是什么样的领域能让对方的领域毫无还手之力呢？净化之力，竟然是史籍中也没有记载的强大能力。他们这4年是去哪里进行魔鬼特训了吧？怎么一个比一个变态了？连净化之力这种东西都搞出来了。下一场，光之晨曦对战士殿。最后一个人会是你吗，龙浩辰？哇，这可是我们光之晨曦第一次碰上殿主，想想就兴奋。这可是今年第1场6大殿殿主的比赛，对手是光之晨曦最后一个人。光之晨曦出战的全部都晋级了，最后一个人却对上了战士殿的殿主，看来悬了呀。本场比赛由光之晨曦对战士殿。小子，小心了！我可不会留手！天哪，9阶3级
邱店主的实力又变强了吗？看来这局光之晨曦输定了。求之不得。比赛开始。我就开始发力了。不愧是战士店店主，攻击大开大合。如果是4年前的我，不用日月神窝盾，根本抵挡不住他这一击。在我的攻势下，快速夺回主动权，进行反攻。这小子的实力究竟到了哪种地步？来了，战士殿的秘技血消千刃，只要被击中，便会流血不止。这2人怎么打得这么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有什么过节呢。小子，能不断挡住我的攻击，你的防御能力已远超统领。看你打算就这样一直耗下去吗？老夫可还宝刀未老，你小心栽到我老头子手上。红旗剑刃。天哪！光之晨曦这个人竟然轻松破开了邱店主的这一击。好凝练的剑意。那邱店主，这一剑，你可要接好了！修罗斩！这就结束了？不，比赛才刚刚开始。真不错呀，小子。看来我不得不用出这招了。以我骨肉，铸此之剑。这是我的剑意领域，在我的领域之内，我将挥出以全部灵力凝结而成的剑意。你是否能承受得住？这就是顶尖强者的全力一击吗？当年邱店主独自一人用这招将进犯东南要塞的魔族全灭了。天哪！光之晨曦的这个人要输了吧？那邱店主可看好了，我身为光，光明即我，领域。光神之域，我的光明之力被吸收了，这究竟是什么领域？光之洗礼！什么？在他的领域内，这一击竟然爆发了接近9阶5级的力量！好强的领域！抱歉，邱店主，在我的领域内，一切光明属性的职业者，其光明之力都将被我剥夺，并为我所用。居然能剥夺对手的光明之力，那不就是相当于同属性无敌的存在吗？不愧是你，龙浩辰。邱店主刚刚说什么？龙浩辰？只有你才能掌握此等光明之力。好久不见，邱店主。我眼睛没花吧？真的是他！果然是他，龙浩辰。浩辰的光属性亲和力究竟到了何种可怕的地步？那可不，我孙儿可是骑士殿1000年一遇的光明之子。你们一早就知道了。龙浩辰，是龙浩辰啊！怎么会这样呢？龙浩辰居然满血归来，而且还拥有这么强的光属性领域，轻松击败邱店主，这也太厉害了！这场比赛
是我输了。承让了，邱店主。光之晨曦获胜。光之晨曦！光之晨曦！光之晨曦！光之晨曦，这个名字很好，相信再过不久，人类的未来就要交到你们手里了。我很期待你们将晨曦带来的那一天。定不负邱店主所望。下一场比赛，魔法殿对战灵魂殿。哇，是李店主！好久不见，李店主。4年不见，你的成长确实超乎我的想象。但现在的你还是太年轻了，新联盟的盟主之位，我势在必得。比赛开始。浩辰，你怎么样了？我没事。本场比赛，魔法殿获胜。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李店主就这么赢了？他出手了吗？没看清，好像抬手就赢了。对方可是灵魂殿数1数2的高手啊！同样是9阶强者，这就是魔法殿第1人的实力吗？还有谁是他的对手？这一届圣殿大比的胜者，不会真的是魔法殿吧？他的实力比4年前强了不少。早晚会对上的。第1轮比赛全部结束，目前积分排名如下：第1名魔法殿，晋级40人，积400分。接下来依次是骑士殿、刺客殿、灵魂殿、战士殿、光之晨曦、治疗殿。当然，这只是圣殿大比第1轮的排名情况。接下来的比赛，请各位再接再厉。人数多就是好啊，能拿到那么多分。这才第1轮比赛，我们光之晨曦能全部晋级，已经很好了。保持现在的势头，争取在后面积分更大的比赛中和别人拉开差距。弟弟，新来。姐，我回来了。4年了，你终于回来了。还有彩儿妹妹，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那我呢？你怎么生气了？小白花，现在我回来了，想我没有？这4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谁会想你？我最讨厌你了。你们一个个的老婆都在身边，我也想回家见见我老婆了。大家比赛也辛苦了，这么久没回圣城，不如趁现在好好逛一下。哦耶，太好了！浩辰，彩儿，圣骑士长大人，你们俩晚点再去吧，有些信息还是得互通一下。龙浩辰，你们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并且以光之晨曦的身份参加圣殿大比，到底是想干什么？是啊，要是你想当新联盟的盟主，加入骑士殿的队伍是最好的选择。咱们爷孙联手，赢过他李正直和魔法殿，拿下第1名，还不是轻轻松松？因为我们认为，若仍旧从各殿自身利益出发，人类就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统一。所以我们要以光之晨曦猎魔团的身份来夺取圣殿大比的第1，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人类联盟。什么？不错，你们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也始终认为，只有猎魔团才是联盟6大殿未来发展的最佳模式。我支持你们。老龙，看
看来你孙子的觉悟比你高啊！对了，浩辰，你的魔兽伙伴皓月怎么样了？你们之间有主死仆从的血气呀。当时我命丧魔神皇之手，皓月也因此死亡。后来我因永恒之心而复活，皓月却并未随之复活。我只通过与他的契约，感知到他有一丝生命火种仍存，等待我将他唤醒。届时，我们将再次拥有摧毁魔神柱的力量。但魔族一旦察觉我和皓月的气息，人魔战争又将开始。我们必须提前做好更多的准备。所以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目标。什么？你难道是想开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核？不止，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还有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和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我们团的韩宇、杨文昭和张放放也都拥有了参加神印王座考核的资格。我们要让6大王座同时现世。什么？你们确定已经做好准备了吗？神印王座的考核或许一人只有一次机会，这对于一个骑士乃至全人类而言都太重要了。要知道，在人类6000年历史中，6大王座里有2座甚至从未认过主。你们年轻且天赋出众，绝不要拿自己的未来去冒险。但6大王座同时现世，才能发挥出人类的全部实力。4年前的圣战，人类不是魔族的对手。这些年来，虽然人类在养精蓄锐，但魔族也同样在提升实力。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请相信我们，待我们激活王座，复活皓月后，必将集结所有力量，向魔族吹响反攻的号角。哈哈哈哈哈！有志气，不愧是我的孙子。那就等着你们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势在必得。经过1天的比赛，除了已经遇到的邱店主，其他几位店主的实力也都不容小觑。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值得我们关注的对手。我发现灵魂殿大长老也参加了这次的圣殿大比。其实他的实力高于我奶奶。当年若不是他执意闭关修炼，灵魂殿副殿主的位置可能就不是奶奶的了。还有魔法殿的暗属性大长老莫雾，此人十分神秘，哪怕到了现在，也没有人见过他使出全部的实力。能够进入圣殿大比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我们也已经成长为他们需要忌惮的强者。圣殿大比一共有7轮比赛，持续7天。第1轮比赛，魔法殿已领先我们300分。我们想要追上分数，就要争取更多的人晋级后面积分更高的比赛。放心吧，团长，我们肯定小乐一手，惊呆他们。新学会的东西，该实战磨练一下。明天一定还会赢得漂亮。快看，是光之神系！我看了昨天的比赛，他们的正副团长都有领域了，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展现什么样的实力，真让人期待。圣殿大比淘汰赛第2轮第1场，光之晨曦对灵魂殿。不是吧？是他，昨天婴儿提到的灵魂殿黑暗属性大长老。双方入场。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不会让你们继续在圣殿大比出风头了。第2轮比赛终于开始了，第1场就有光之晨曦的骑士。你别说，光之晨曦真是本届比赛的大黑马，一个团10个人，9个人都是9阶强者。
场的对手可是灵魂殿大长老9阶2级，比光之晨曦的骑士还要高了1级，恐怕是一场恶战。你就是光之晨曦的守护骑士？一个刚踏入9阶的毛头小子而已，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9阶强者。聆听吧，地狱之鸣！哇，居然是9级的黑暗属性魔兽地狱黑蝎，攻防一体，且非常擅长控制，可以说是骑士的克星。真正的9阶强者，我见过的可比你多。小子，大言不惭！拿出点真本事来！这种攻击强度太弱了，能在我的迷雾里坚持1刻钟再来嘴硬吧？原来如此，靠迷雾影响对手吗？你以为上去就有用吗？地狱黑蝎的迷雾很快会覆盖整个区域，你就认输吧。认输？很不巧，黑暗属性的魔兽，我也有一只，而且比你的等阶还要高。天哪！一个光明属性的骑士，竟然召唤出了一只黑暗属性的坐骑。这是9级巅峰的邪眼暴君，这怎么可能？这次真是开眼了！圣魔大陆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这么高等级的邪眼了。邪眼，找到地狱黑蝎的本体。就在那里。那又如何？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等级差距不是那么容易被弥补的。谁呀？先解决地狱黑蝎。地狱黑蝎！可恶！召唤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本命召唤兽战斗力，使其威力倍增。地狱黑蝎，撕碎它！现在才拿出真本事，太晚了，热身已经结束了。可恶！为什么一个守护骑士的攻击竟然如此强悍？哇，真帅啊！一下就让我回想起了猎魔头选拔赛场那个锋芒毕露的4号骑士。世纪1号猎魔团刚成立的时候，韩宇为了我们，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战斗方式，主修辅助。现在是时候让大家见识你真正的实力了。谁也趁现在！看来是我赢了。我宣布，本场比赛，光之晨曦获胜，积20分。在韩宇的比赛之后，各大殿的几位前辈也陆续完成了第2轮比赛，顺利晋级。而我们团队的段毅对上了魔法殿9阶火系魔法师科勒，互斗后失败退赛。这也更让我们意识到，圣殿大比对手的实力不容小觑。接下来的比赛中，我、彩儿、林欣、司马仙、
张放放、杨文昭都获得胜利，晋级第3轮。而婴儿和圆圆的比赛是第2轮的最后2场比赛。第63场，光之晨曦对魔法殿，双方入场。快看，森林入场了。婴儿的对手实力也达到了副店主级别，据说他的打法非常凶猛，婴儿可得小心了。这个召唤师的身法居然如此敏捷，可是他为什么要抱蜘蛛上场比赛啊？麦登，上吧，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他的本命召唤兽居然可以进化成巨兽形态。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拖住，以免出现更多变故。小小魔兽，休想挡路！大笨蛋，我的生灵之门早就召唤完了。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居然同时召唤出了2只9级魔兽，这就是你的全部底牌了吗？他们可接不住我的最强魔法！终极岩崩！谁和你说这是我的全部底牌了？看看这个，领域兽神神将，灵魂赋能，与你兽神赐福，神力加身。天哪，又一个领域，而且是兽神领域！这个召唤师竟然是兽神神眷者！赐你兽之领域，神降天威！快看，他的2只召唤兽都展开了领域。婴儿的兽神领域既能赋予所有召唤兽领域，这简直就是神迹。现在他只召唤了2头，随着实力增进，以后要是能召唤出更多魔兽集体作用。动不了。这就是小看我们的结果。你觉不觉得这领域打开之后，整个试炼场变成了冰窖？那个领域保护罩好像都失效了。陈婴儿，收了你们的领域吧，这一场你赢了。下一场，光之晨曦对魔法殿。妍姐加油！雪飞可是店主的亲传弟子，承袭了不少李店主的秘籍，我倒要看看光之晨曦拿什么赢。比赛开始！千流风术。来点像样的攻击吧！狂妄的家伙！这种攻击可拦不下我。接下来看我了！
该死，这女人就像猛兽一样，给我跑！可恶！看来该结束了。是吗？那你也太小瞧我了！无血无心无魂，御风使共哀怒。防护罩竟然都要撑不住了！紧正，碧落黄泉。竟然用出了李店主的自创禁咒魔法，死在这招之下的魔神都有3位以上，数十年来从未有人破解过。但以他现在的实力使用这招，自身也会因反噬而死啊！魔法殿为了赢，连自己人性命都不顾了吗？看来我们魔法殿的积分又要增加。你站着不动等死吗？我这招可收不回来。血域。怎么可能？他怎么也有领域？全联盟拥有领域的强者可谓凤毛麟角，但光之晨曦已经有4个人展现领域了。血影屏障，不能输！停下！你这不是在为魔法殿牺牲，是被他们利用了。我会不惜代价为魔法殿取得胜利。那就一击毁掉这个禁咒。圆圆不仅中断了禁咒，还中断了禁咒对他的反噬。圆圆这可真是出了大风头啊！光之晨曦的底蕴可真不浅。有人教过我，无法掌握力量，就会成为力量的奴隶。这句话也送给你。那话是我教的，哈哈哈哈哈哈！我认输。本场比赛，光之晨曦获胜。光之晨曦，光之晨曦，光之晨曦，光之晨曦。牛啊！李店主发明的禁咒都让你一下破了。其实那招禁咒很强，但是受限于他的实力发挥不出来。创造这个禁咒的李店主的实力一定相当强悍。团长，你与他对上时，千万要小心。李店主真的很强，即使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全力出手。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团长也不会逊色于他。我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的。第2轮比赛全部结束，各大殿及光之晨曦积分如下：魔法殿晋级25人，2轮积分900分，暂列第1。第2轮比赛，我们有9人晋级，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要再接再厉。接下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第3轮第1场，光之晨曦对刺客殿，双方入场。天哪，圣女居然对上了圣月殿主！第3轮的第1场比赛就是家庭内斗，接下来可有好戏看喽！积分淘汰赛，第3轮第1场，光之晨曦对刺客殿，
万事小心。这局不用比了，我认输。您确定要？我确定，我曾孙女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再说了，你们怎么忍心让我们曾祖孙刀剑相对呀？确实不太好啊。好，那进行下一场抽签。灵魂殿对战光之晨曦。嘿嘿，到我了。这一局我放弃，我的孙女婴儿已经远胜于我，我相信她能比我走得更远。要是等下我也能抽中我爷爷，是不是也可以？三水副店主的实力，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再加上与陈婴儿选手又是祖孙关系，这样认输，恐怕有失公允吧。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嘛？觉得我实力低了，不如直接跟我打一场，谁怕谁啊！那么，追加一条规则，从下一场比赛开始执行，不同势力之间的比赛不允许直接认输。下一场比赛，魔法殿对战光之晨曦。耶！显然是我和爷爷。兄弟们，我上了，你们就等着我拿下这一场吧。和自家爷爷打多好，我爷爷肯定也舍不得揍我，那必然是大哥！哎呀啊！打不过我认输。不行，好像演的有点假，得让咱爷体验的爽。好强，我认输。在赛场上嬉皮笑脸的做什么？爷爷，小心了，我可是会全力以赴的哦。比赛开始。是，那就拿出你的本事来给我看看。哈，三爷动作这么慢，肯定是像我想的。唉，要陪我演戏也是难为他。到我出手了，圣阳咒法！什么？爷爷没搞错吧？一上来就要开家绝活！我断无痕，我躲，我在。你的圣阳咒法再强也没用，打不中。嘿嘿。后面。啊！这是硬吃了自家的绝招啊！林家的圣阳咒法，论火焰强度可谓联盟第一。如果轻视，必然付出代价。李希，你这个笨蛋，到底在干嘛呀？气死我了！你这老头，我的秀发差点就被你烧坏了！谁让你掉以轻心？你竟然真舍得对亲孙子下重手！那咋了？我们正经比赛，不服你就打回来。好，好，好！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也给您烫个头，心变凤凰！只要你有这个本事，圣阳咒法，万火归一！好可怕的火焰对轰！又开啊！紧张什么了？竟然这么强烈！完了，赛场会不会被烤融化呀？这
练使用攻击魔法，战斗技巧也如此娴熟。消失的这4年，他的进步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爷爷，来试试我自创的绝招吧！炎炎龙卷。这俩活宝颜色谁赢了？应该是林店主吧？哎，不对，你们看。做得不错。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者是光之晨曦。恭喜光之晨曦获得40积分。这家伙还是这么臭屁，不过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的。感谢大家的赞美。小时候你还嚷着打死不学攻击魔法，好在现在你真的走出了阴霾。下一场比赛，光之晨曦对战骑士殿。终于等到光之晨曦团长龙浩辰的比赛了，而且又是对战店主，骑士殿3位神印骑士之一的龙天一。龙浩辰也是骑士，2名顶尖骑士对决，好期待啊！即使赛制不允许使用神器，没有神印王座的龙天印依旧是当今圣殿大比最强之一。龙浩辰，你还能取得胜利吗？没想到我们爷孙也要打上一场，能和爷爷切磋，也是我求之不得的。好，那我们都以骑士的方式，全力来一场对决，也让爷爷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担任骑士殿的新任领袖。比赛开始。用不了神印王座附带的月神之锤，那就用这把剑一较高下。这是9阶骑士的对决，一个大招都没有。骑士殿这是在糊弄我们吗？他们是在放水吗？就是啊。他们挥出的虽然都是基础技能，但每个招式的衔接、预判与技巧，却都是最顶尖的。看来他们打算用最基础的骑士技能来决出胜负。所有骑士，认真看清这场比赛。是。强大不一定是使用复杂高级的秘技，也可以是将所学融会贯通，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爆发输出。升天阵，升天阵给人的压力竟然能有这么大，冲锋还能这样用。预判能力还行吗？我们继续。闪电阵，圣光斩，好小子，还不赖吧？爷爷也跑到未老。什么？这是在运动中进行蓄势？这怎么可能？小心了！不仅如此，龙殿主竟然连续使出了2段蓄势。不对，3段蓄势，竟然是3段蓄势！吴浩辰真的能挡住这一击吗？耀日斩！吴浩辰输定了吧？神域格挡！什么？龙浩辰就用神域格挡挡住了！光之复仇！神域格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光之复仇，这是什么技能？看起来好像是融合了神域格挡，攻守兼备。
那龙浩辰到底是守护骑士还是惩戒骑士？龙浩辰是迄今为止唯一守护与惩戒双修成功的骑士。双修，居然真的有人可以守护与惩戒双修，双修需要的天赋与努力远超常人啊！太绝了！就爷孙俩打的这场比赛，堪称本届最精彩、最刺激。这难道是他们打算用这招决胜负吗？学会感受周围天地之间的灵力，将其引动，然后挥出纯海拳。没想到你竟然成长到了这一步，4年的沉淀，你远超我对你的期待。是我说了，好孩子，骑士殿的未来将由你担起了。我从爷爷身上学到了许多，仅仅是刚才那场战斗，就受益匪浅。是爷爷的骄傲。本场比赛，光之晨曦获胜。我会一直以爷爷和爸爸为榜样，不辜负你们的期望。这场比赛的确是满足了圣殿大比举办的目的啊，既增强了民众对联盟的信心，又为各自殿做了个盛大的招生。妈妈，我未来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骑士。想追上他们，不仅要很久很久，还要吃很多苦头哦。没关系，我可以的。龙浩辰，希望你能一直赢下去，直到败于我手。后面的战斗中，光之晨曦没有再遇到熟识的对手，韩宇遇上一名无限制造岩石铠甲的8阶土系魔法师，以光之重力压碎岩石，强控对手取胜。司马现在以狂化状态，一路轰破魔法殿冰系魔法师的魔法技能晋级。张放放与治疗殿9阶戒律治疗师的战斗中，在短时间内找出对方进攻的偏好，瞬间爆发，反制获胜。王圆圆与骑士殿惩戒骑士相遇，把握时机，凭借空间灵炉近身一击取胜。杨文昭则在与黑暗属性召唤师的战斗中，凭借属性克制获胜。第3轮比赛结束，光之晨曦9人晋级。恭喜晋级的32名选手！接下来赛制变化，不再有休息时间，5分昼夜连续比赛，直至决出冠军。这样，很快就到决赛了。那正好，早点进决赛，我们早点拿冠军。第4轮第1场比赛，魔法殿对光之晨曦。婴儿，你这嘴和乌鸦有的一拼。不如直接和我打一场，谁怕谁啊？谁怕谁？第4轮第1场，光之晨曦对魔法殿，比赛开始。陈婴儿，你我2人实力悬殊，这场比赛我让你一段召唤生灵之门的时间，如何？正好
好给你点厉害瞧瞧。那我可就先谢谢前辈给的机会啦。灵极本源，万物皆有；灵极天地，通则八方；灵极心墙，众生为伴。永恒之上的万物之灵啊，聆听我的召唤吧！一口气开启了3扇圣灵之门，第4扇、第5扇、第6扇。看来小瞧他了。其他召唤师最多也就打开2扇生灵之门，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居然同时开启了6扇，这怎么可能？不会是我眼花了吧？不，你没有看错，真的是6扇。他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地级猎魔团。开6扇生灵之门，你已经超越了你的爷爷，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风神，飓风迎刃。李店主真厉害，这么多九级魔兽都拿他没有办法。那当然，我们李店主可是现在的联盟第1人。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看来要输了呀。别这么早下定论，你们快看台上！第7扇生灵之门，而且婴儿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店主，我们之间的较量可还没有结束哦。第8扇、第9扇，还有。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召唤12扇生灵之门，光之晨曦究竟还要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没想到是我低估了这个小姑娘。看来只要灵力没有耗尽，还能继续召唤更多的生灵之门，还是在场面失控之前结束这场比赛吧。灵域，苍穹之息！哇，竟然逼得李店主第1次用出了领域。那是风神吗？李店主也是神眷者？不，他只是对风元素的掌控力当世第1，所以可以强行借用风神神力。落！在我们店主的领域之中，狂暴的风元素会斩断一切联系，召唤师也无法再掌控生灵之门了。不好，必须快一点释放灵魂赋能，把剩下的魔兽等级全部提升到10级以上，用领域对抗领域。还想挣扎？你的生灵之门被毁，召唤兽也消失。现在你要给谁赋能？我和麦兜之间的联系可没那么轻易被你斩断。我等的就是这一步，狂风之劲。这可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你这只本命召唤兽的技能。麦兜，还要打吗？你也不想看到你的本命召唤兽被疾风搅碎吧？李正直这个王八蛋，一把年纪了还挖坑欺负一个小姑娘，太
狡猾了，宣传卖豆威胁婴儿。再拖下去，不知道这位灵魂圣女还会给我造成什么麻烦。为了节省灵力对付光之晨曦之后的人，只能如此了。你放开麦豆，我们认输。可恶，我的看家本领都还没来得及放出来呢。没事，婴儿，今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没错，李店主摆明了就是要针对我们光之晨曦。婴儿虽然输了，但也得到了关于他领域的情报，而且麦兜没事就是最好的。麦兜，接下来我一定替你报仇。在婴儿的比赛结束后，第4轮其他比赛也陆续有了结果，彩儿和林谢顺利晋级16强。这之后就完全变成了我们团队和魔法店的对决。其中圆圆对上了一位9阶3级的空间系魔法师，凭借空间灵乳成功近身对手，逆转局势，成功晋级。司马仙面对冰系魔法师，以光之大力丸强势进攻，赢下比赛。韩宇则对上了风系魔法师，展现强大的守护能力，成功晋级16强。而杨文昭和张放放不幸遇到了陈宏宇前辈和凌啸前辈，止步于此。经过4轮比赛，我们逐渐抹平了之前因参赛人数带来的分数差距，仅次于第1名的魔法店。但圣殿大比已近尾声，如果魔法店最终拿下第1，李店主就会成为新任盟主。我们必须超越魔法店。光之晨曦的实力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安排下去。接下来给我记住，如果碰上了光之晨曦的成员，就算是赢不下比赛，也要尽全力消耗他们。听明白了吗？是，长老。一定不能让半路出现的光之晨曦打乱我们魔法店的计划。到了第5轮比赛，我们所遇到的都是店主和副店主级别的对手。不仅如此，魔法店一改之前的强硬攻势，以防御为主。尽管大家的灵力都消耗巨大，但也给每一位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彩儿面对的是一位9阶3级的魔法店长老，他对水元素的操纵十分熟练。彩儿再次展现净化之欲，终结比赛，晋级8强。圆圆遇上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师，他的对手使用了禁咒金刚巨甲。金刚巨甲，这是土系魔法师最强大的防御禁咒，除非施法者灵力耗尽，或者圆圆发出高于施法者灵力的一击，否则很难撼动他。陈子颠前辈，我有意见，圣殿大比应该是各大店互相切磋展示能力的比赛。但现在却变成了一味的灵力消耗，已经失去了比赛第1。尽管我们向陈子颠前辈提出异议，但由于并未违反比赛规则，只能作罢。不过，圆圆最终展现巨灵神怒战之力，震撼全场，成为光之晨曦里我和彩儿之外第3个进入8强的成员。而林欣、司马仙、韩宇都因消耗巨大而未能晋级。8强比赛开始之后，我和彩儿还有李店主都以最快的速度赢下了比赛，而圆圆对上了魔法店长老木木。在不伤及性命的情况下，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放心吧，店主，我一定为魔法店拿下这场比赛。圆圆在上一轮原本就消耗巨大，还未恢复，而他的对手莫雾目前是在李店主之外魔法店的最强者。不仅如此，在前面的比赛中，他也一直没有暴露真实实力。很辛苦吧？现在的你还能发挥几成实力？空间灵炉，这一招我都看腻了。黑暗囚笼。我的视觉受损了，这是你领域的能力吗？没错，在我的黑暗囚笼中，除我以外的人都将丧失视觉，慢慢的，就是你全身的知觉犹如陷入黑暗的漩涡。
就这点本事吗？真是不痛不痒！还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吧！哼，小姑娘嘴还挺硬，那就让你见识一下黑暗囚笼真正的力量。黑暗噬压将顿时带进你为数不多的灵力。我想上去揍他2拳，不就是欺负圆圆没恢复灵力吗？你的动作怎么越来越慢？不会这就撑不住了吧？早得很呢，你的领域就仅限于此了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马上你就会后悔在圣殿大比上碰到我。圆圆，冷静一点！太嚣张了。唉，王圆圆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了，这场比赛胜负已分。小姑娘，这场比赛是你输了。其实我输了，但最后获得胜利的一定是光之晨曦。圆圆下一场对上的是墨雾，他为了赢一定会不择手段。我的灵力尚未恢复，所以这场比赛我会选择帮团长和副团长打探他的实力，逼出他所有的底牌。而现在，魔法殿剩余强敌的实力都已被我们掌握。8强赛最后一场，魔法殿墨雾胜，积320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魔法殿前面的打法就是在疯狂消耗对手。如果不是圆圆连着几轮对上他们，他不可能落败。本届圣殿大比最后的4强已经出现，他们是魔法殿的李正直、墨雾以及光之晨曦的龙浩辰、盛海儿。现在抽签开始。半决赛第1场，光之晨曦盛彩儿对阵魔法殿墨雾。现在请双方入场。圆圆，我不会让你的付出白费。你就是光之晨曦的副团长吗？我们店主对你的净化能力很感兴趣，不过他应该没有机会亲自体验了。因为你将止步于此。你的速度是很快，但我的领域正好能限制刺客的视觉和活动范围。别白费力气，那么多强者都败在我的领域之中，你还排不上号呢。视觉吗？我早就不需要这种东西。竟然躲过了我的攻击，这怎么可能？哼，那就再尝尝这招黑暗之寂灭，黑暗之统治，降临吧！嘿，话说完了吗？不，我的黑暗君王，你找死！怎么瞬间准确出现在了我的身后？我的队友早就用他自己找到了你领域的漏洞，在领域之中，你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而我却依然能准确锁定你的方位。你对我队友造成的伤害，我会加倍还给你。你输了。半决赛第1场，光之晨曦盛彩而胜，积640分。刺客殿圣女又怎么会被剥夺视觉这种小伎俩困住？她早就在黑暗之中，
试炼过无数遍了。我的宝贝曾孙女还算给他这个魔法殿长老留了点面子，不然还能让他输得更难看。副团长太帅了，看着真解气。这场比赛结束后，我们的积分也首次反超了魔法殿，这是每个人全力以赴带来的结果，距离我们的目标只差1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最后的对决终于来临。陈真在圣殿大比上居然还对上了爷爷，现在他应该已经进入半决赛了，真为他感到骄傲。星宇，你也看看这封信。接下来由光之晨曦对战魔法殿。终于来了，我最期待的光之晨曦和魔法殿的决赛。这只是4强赛，决赛不是下一轮吗？因为4强赛只剩光之晨曦和魔法殿2个势力的选手了，而光之晨曦的副团长彩儿已经赢下一场，晋升决赛。所以，如果这场比赛还是光之晨曦获胜，那等于他们已经成为了这届圣殿大比的优胜者。反之，就还有一场恶战。没错，而且按照圣殿大比规则，新任盟主将由获胜方领导者担任。这一战也相当于盟主之战，真期待啊！4年前嘉陵关，你们锋芒内敛，实力不凡，我便预料未来我们会在圣殿大比上交手，却没想到你们这么快来到我面前，还一步步动摇了我的计划。原来您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不，比你想象中更早。我一直提升实力，筹备谋划。第一步就是成为新的联盟盟主。我会作为至强领导者，舍弃联盟被动御敌的旧政策，以魔法殿为中心，掀起人类对魔族的反攻，为魔法师乃至全人类谋划出真正的和平。您的野望很美好。至于结果，就由实力来决定吧。龙浩辰虽然年纪轻轻就达到了9阶3级，但也不是李店主的对手。有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盟主，我可信不过。是。比赛开始。10招之内解决你。那估计得让您失望。不愧是李店主，想要靠近他并非易事。你惯用战场搏杀的打法，近身猛攻，一击必杀，这些我都了如指掌，你根本没法破局。修魔禅，天！这一击的力量不会有错，李正直绝对已经达到了9阶5级，成为当之无愧的联盟第一。面对这种层次的敌人，浩辰能赢吗？哇！李店主的攻势不减，龙浩辰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呀！哎，不对，你看，龙浩辰开始反击了。好小子，竟然快速调整作战方式，近身破敌，弥补灵力之间的差距。虽然在旁观你与龙天印和邱永浩2位店主的战斗后，我有所预料，但是交手后，我才切身感受到你的成长。不过应对我，这股实力还不够。魔法殿的剑咒，方向归元，这可是最强的风系剑咒。您
锁着最狂暴的风元素，能撕裂粉碎一切。再狂暴的风，也撕裂不了这道光芒。哦，这么强大的秘技，居然被龙皓晨轻松击破，这也太离谱了吧！虽然你有着最高的天赋，可是以你现在的灵力，又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多久？风潜流斩，神域格挡。这一记的余波，竟连防护罩都险些被震破。分出胜负了吗？不，还没有结束。是10级神兽，龙皓晨要翻盘了吗？休想！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圣独角兽？是最接近星光神兽的存在。这可是记载中骑士曾经的最佳坐骑，但是已经有4000年未曾出世，没想到竟然还存在。神圣独角兽的存在，能够让骑士增强3成实力。如果象性高，甚至可以增加5成。龙皓晨现在的实力已经接近李店主了。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李店主，接好了！圣光出袭！没看错吧？李店主竟然被逼到这个地步，没想到龙皓晨竟能频频破局，一次次带来奇迹。说不定这一战他真的能赢。切！没想到在坐骑的加持下，你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一击！不要以为这样就能磨平你我之间的差距。风起清平之末，金庞然，不可摧。灵域，苍穹之息。来了，李店主的领域，但和对付婴儿时的不一样，我的灵力在加速流失。察觉到了吗？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灵力空虚的感觉如何？你的光神之域放不出来了吗？不要再挣扎了。胜负已定！神域，天阳3绝，烈阳分空。一直以来，你用的还是战场搏杀的那一套打法，直来直往，完全不留余地，还是太年轻了。这场比赛该结束了。风击我，火击狂狂！李正直现在的灵力已经接近60万，这也就是目前圣殿大比出现的最强一击。为我！李店主，也许你的确为了这场大比准备了数10年，的确为了成为盟主谋划了许多黑夜。团长，龙兄弟，可你知道真正的战场吗？你知道战场的生死搏杀为我带来了什么吗？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死，才能感悟到的，那道最为纯粹，也最为强大的力量。
就是亲临战场，经历生死，带给我的力量。领域，光神之域。这就是后尘历经磨练，沉寂4年带给我们的惊喜吗？不愧是我的好孙儿。刚刚那一击的力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你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与目标。于我而言，盟主之位只是必经的过程。我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带领全人类获得最后的胜利。当然，要做到这一步，也需要李店主您的支持。我设想的新联盟是6大殿齐心，不分你我，而非某一殿为核心。人皆有私心，你的设想太理想了。我们永远应该对理想抱以相信，也是理想让我走到了这一步。我向你们许诺，日后大比你们若能赢我，我愿意全力支持你们成为联盟新领袖。是我输了，未来交给你们了。哇，龙浩辰居然赢了，我真是看走眼了。说了，我们团长一定会赢。咱团长最强。本场比赛，龙浩辰获胜。光之晨曦获得640分，累计3520分，已位列所有参赛势力第1名。那么，光之晨曦剩余的2位选手，2位是否要继续比赛？不，下一场比赛。猎魔特选拔赛的时候，你为了我放弃了比赛。现在，我把冠军还给你。傻瓜，那些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你的感受都重要，我不要你的记忆里有一点委屈。经过2人协商，我们决定，本届圣殿大比的冠军是光之晨曦盛凯儿。在本届圣殿大比，每一名参赛选手都竭尽全力，不留遗憾，是为了告诉圣魔大陆每一位民众，永远不要失去希望。人类的曙光将由我们自己创造。接下来，请本届圣殿大比最终获胜的势力——光之晨曦全部成员上台。光之晨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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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之晨曦。在圣殿大比中，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而根据圣殿大比的规则，联盟新任盟主将由获胜方领导者担任。团长，去展现你的色彩吧！龙浩辰，龙浩辰！浩辰，很高兴。
子最骄傲的学生。我果然没看错。浩辰，你的成就真是令人赞叹。浩辰，我为你骄傲。浩辰，人类的将来就靠你来领导了。之前的每一次，都是你挡在我的身前。这次盛典大礼，就让我们一起将你送上最高的荣耀殿堂。让我们恭喜龙浩辰成为新任联盟盟主，他也是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的盟主。新任联盟盟主龙浩辰的继位仪式将在明日的圣城举行，让我们一起期待。殿下这次出关，实力不仅增长到了9阶7级，在他身上，我居然还感受到了一丝魔神皇陛下的气息。龙浩辰，我绝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密切关注人类动态，一旦发现龙浩辰踪迹，立刻来报。号外号外！青年英才龙浩辰圣殿大比夺得头筹，史上最年轻的盟主就要诞生了！来吧，还分给我一份！哎，你听说了吗？新联盟盟主才20多岁。这么年轻就能带领自己的内盟团在圣殿大比上夺得头筹，真是年轻有为啊！仙儿，快过来，继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哎，开始了，开始了！历时多天的圣殿大比，在昨日终于落下帷幕。让人惊喜的是，我们见证了许多后起之秀的精彩亮相。也迎来了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盟主的诞生。我宣布，继任仪式现在开始。新联盟新一届盟主龙浩辰登场。恭喜你，孩子，你走到了这一步，这是联盟的最高荣誉。接下盟主令牌，你就是新一任联盟盟主了。我一定会坚守我的责任。去接受属于你的欢呼吧，浩辰。
选盟主，真是众望所归啊！就是。浩辰，我就知道你能做到。同胞们，我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接受这份特殊的荣誉。团长万岁！我在小镇出生，童年时光在母亲的陪伴中度过。她的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关爱无微不至。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骑士，守护我的家人。但是有一天，魔族入侵了小镇，美好的家园化作焦土。那时我握着手里的剑，想要再快一点成长起来，去守护我的家乡。团长，加入猎魔团后，我第一次亲历前线的残酷。边关将士以血肉之躯筑墙，抵挡魔族攻击，只为守护身后的百姓。那时的我作为前线的一员，和众将士的心愿一样，是守住这座关隘。当我走过6大关隘，与伙伴们几次进出魔族境地，遍历圣魔大陆，经历无数艰险的战斗，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我的信念越发坚定。没想到他们团队虽然年轻，却经历了这么多。我龙浩辰，作为一名骑士，作为联盟的新任盟主，我会守护我们的大陆，会守护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人。6000年来，我们一直被魔族的阴影笼罩，饱受战争磨难，生战腾战的4年。没事，我们难得迎来安宁时光，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只要魔族一日存在，这短暂的安宁随时可能会被推翻。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难道我们要一直被魔族欺负吗？如果想长久拥抱和平与希望，不再陷入魔族侵略的苦难，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一个猎魔团的力量不够，一个殿的力量不够，我们必须集结全人类的力量。所以，今天这场继任仪式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经过6大殿这段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废除旧联盟，成立新联盟。新联盟？那会有什么变化吗？从今以后，6大殿所有人力资源全部集结起来，由联盟统一调动。而我们下一个目标，则是向魔族开启全面反攻。全面反攻，守护我们的家园。是，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赶跑魔族，赶跑魔族，生存我们。我相信，只要6大殿团结起来，不分你我，就可以跨越困难，迎来期待已久的曙光。我们团结一心，立下誓言，为了联盟的未来，为了全人类的希望，一无之血，一无之骨，一无之躯，一无之魄。我宣布，新联盟正式成立。这就是盟主的光元素之力吗？好温暖，好纯粹。你们真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但我希望
你们能通过努力，成为最让我骄傲的一届学生。巴尔扎教官，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有一定要成为骑士的理由。那你去和测试第1的人比一场，赢了的话，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听着，在猎魔团选拔赛考核中，你们是一个团队，要时刻为团队着想，不能为了出一时风头而连累了整个团队。龙兄弟都这么强了，作为兄弟，我也不能松懈。我也要努力修炼，追赶上他，将来再次和他站上同一片战场。赵营长，你知道吗？当年来我们1营的那个猎魔团团长龙浩辰已经成为盟主了。我们这些1营的战士们都会在他的带领下，一起上战场，赶跑所有魔族。浩辰，相信在你的照耀下，人类能找到那条光明的前路。既然决定先起反攻，我们第一步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调整6大关隘的军事制度。联盟将在6大殿抽调人才，在圣城集合，训练后重新编排，建立适应6大关不同情况的6大联盟军团后，前往各个关隘，由6大殿的原班高层进行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就能平衡各个殿之间的人才。对于一些防御较弱的关隘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如果只是重新编排联盟军团，可能还不足以对魔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是的，只是这样确实还不够。所以下一阶段，我和我的同伴将要前往玉龙关，开启剩余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同时开启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那不就是要6大王座同时现世？但如果未来6大王座真的能同时现世，那将会凝结成人类史上最强战力，也就是人类反攻的关键。是的。虽然圣战停战4年，但魔族企图消灭人类的计划从未停止。反攻是人类想要生存的必然选择，任何能增加成功几率的方案，都有必要去尝试。好，你们去吧。你们参加考核的时间里，我们也会思考出尽可能多的利于反攻的方案，同时推进并完善今天确定下来的这些联盟新制度。今后我们将设立议会，对联盟的各项提案进行决策。议会成员分为盟主、副盟主、议员团，6大殿各出10人，成立联盟常驻议员团。原先的6大殿殿主为现在的联盟副盟主。关于议会成员，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正如先前所说，人类的历史翻开到了新的篇章，后起之秀们也逐渐崭露头角。未来终究还是得看年轻人的，所以我放弃副盟主一职，由我殿陈婴儿担此重任。经过前2天的圣殿大比，婴儿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他能同时召唤12扇生灵之力，实力已经远超于我。更何况，他还是我们灵魂殿1000年一遇的灵魂圣灵，灵魂殿理应交给他来领导。陈婴儿，正如陈殿主所说，你愿意成为灵魂殿殿主吗？我愿意。既然陈殿主先开了这个头，那么我也卸任刺客殿殿主一职，让我殿圣采儿担此重任。我们刺客殿早就有这打算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宣布这事。
既然已经有2位店主开了这个头了，那我也宣布退位吧。什么？怎么会这样？今天怎么这么多店主退位？为什么？事关新联盟的未来，店主职位的更替，还请三思。哎，这个事情我已经思考很久了。自圣战之后，战士殿人才早已青黄不接，但幸好我们战士殿年轻一代中，有一位佼佼者，能肩负起战士殿的未来。他的努力以及为战士殿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圆圆，上来吧。我定不会让战士殿失望的。那么，议会成员就按此安排确定下来。感谢各位前辈的付出，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不负众望。现在是人类历史新的开始，联盟将会面临许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联盟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段兄，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了吗？自从4年前睿智魔神宫一战后，文昭兄的猎魔团因黄奕丧失战斗能力而被迫解散，我的猎魔团也因为我的失踪而停止任务，但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我是他们的团长，也该带着他们重返战场了。不久后的大战，我们也要继续为联盟尽一份力。不管在哪里，你始终是我们中的一员。兄弟，一辈子！往后再率队深入魔族作战，一定要小心。你也是，不要过于自责。他们也希望你能有更好的未来。再见！走吧，我们去玉龙关，完成我们的目标。你的母亲近段时间身体很好，她一直在等你回家。妈妈，晨晨，这边来。你看，那是谁？爸爸！你就是采儿，对吗？嗯。我可是听晨晨经常提起你呢，今日终于见到了，真好。伯母，我也很高兴见到您。乖孩子，你这一路也累了吧？我先带你去休息。晨晨和他爸爸很久没见了，让他们俩单独聊一下吧。晨晨、星宇，晚饭就交给你们了。爸，分开这些年，您还好吗？我听爷爷说您旧伤未愈，现在恢复了吗？嗯，已经无恙了。是和阿难战斗时伤的吗？总感觉爸这次回来后心事重重的，是战斗时发生了什么吗？不过现在他似乎不愿意提，我也不好再多问。等以后遇到阿难，我得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了，以后我会留守玉龙关。那太好了，我也很久没见爸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浩辰，你恨过我吗？什么？你原本可以活得更轻松，但我却引你走上了这条最难的路。爸，您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恨过你，反而我很感谢你。还记得您教我纯白之刃的那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未来小纯薇的样子。那时的我甚至连一道剑气都挥不出来，但您却告诉我，只要足够耐心，足够坚定，就能成为最强骑士，守护我想守护的人。这些年来，我一直铭记于心，也一直坚定不移地向前，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从未怀疑过你为我选择的路，我也始终相信，这就是我最想走的路。哪怕你已经死过一次，我的目标从未改变。如果有一条路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守护我喜欢的一切，爸爸，我不害怕。浩辰，你永远是我的骄傲。团长和副团长不在，感觉好像缺点什么。怎么？难道你想去跟星宇大人吃饭？不行不行，星宇大人太可怕了。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杯！预祝咱们团长韩宇、杨修和放哥明天参加神焰王座考核顺利，把剩下的王座都拿到手。杨文章，明天加油哦！我们三人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而且今天还有彩儿在，真的太难得了。只可惜你爷爷还在圣城处理事务，不然我们就一家团圆了。哈，没关系，爷爷过几天就能回，到时候我们再吃团圆饭。你说的对，今天是庆祝彩儿来了。谢谢伯父伯母的款待。对了，星宇，我们什么时候去驱魔关提亲吧？提亲？明日就去。我跟灵心说一声。伯父伯母，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是啊，爸妈，我们想等一切都结束后再成亲，而且提亲这么重要的事，我想一起去。彩儿是我一生挚爱，我希望能给她一场最幸福的婚礼。到那时候，没有魔族，没有战争，没有伤亡，我们才能安心放下一切，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看来是我们太心急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就让他们自己安排吧。彩儿，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当年我们第一次到驱魔关的时候，你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小家。这是我们的家了。那时我就答应你，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现在我们回家了，彩儿。浩辰，你在哪，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找我有什么事吗？星宇大人，我想放弃这次的王座考核，
放弃，那可是神印王座所有骑士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为我有其他的目标。你是想继承你爷爷的王座吧？但以你的个性和发展方向，那张王座并不适合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王座，这对你的未来很重要，你要想清楚。谢谢星宇大人的关心，但我的目标并不是爷爷，而是您。我想拜您为师。一直以来，您都是我的目标。我想向您学习，成为最为强大的惩戒骑士，然后在未来通过自己的实力，继承您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没想到，你居然想继承我的王座。星宇大人，不过，你这想法倒是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我认可你。拜见老师。但当我的弟子很辛苦，也不是那么容易。只要能跟随你，无论再苦再累，我都愿意。那你明天还是照常来听一下神印王座考核前的讲解，就当是我给你讲的第一课了。是，老师。在你们进入神印王座考核之前，我会为你们介绍王座的信息。虽然杨文昭放弃了神印王座考核，但他也达到了考核资格，允许留下来旁听。你们都知道，联盟目前一共有6张王座，而每张王座的威能都各不相同。比如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全知之力；而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禁忌之力。而以节气的王座里，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防御之力；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规则之力；而我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掌控的则是杀戮之力。要不要试试？我们现在竟然在王座之上。接下来需要一人配合我的讲解，感受王座之力。你们谁来？要不让杨兄试试吧，正好他未来的目标也是这张王座。那就你来吧。我的灵力被提升了。不错，这是王座的赋能，它能为使用者提供20万的灵力增幅。而你现在在王座范围内，我能让你暂时感受一下灵力的提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再感受一下。这是神器。每一把神印王座都会赋予使用者一把武器，而这把武器的品质一定都是神器。这意味着，一旦获得王座认可，便可同时获得2件神器，并且王座还能化开。不错，每一张王座化开后，也会有不同的能力增幅。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化开，每分钟都会为我提供1成的攻击加成。2件神器，20万的灵力增幅，还有王座化开赋予的特殊能力，这就是神印王座吗？星宇大人，那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威能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数之，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6000年前，72根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催生出72魔神，而他们带来的魔气，则感染周围所有生物，将他们变为了魔族，大肆屠杀人类。人类组成6大殿，试图与之抗衡，却也无法匹敌那一代的魔神皇与他率领的魔神们。很快，人类就被屠杀殆尽。
眼看就要灭亡。就在这时，一张网络从天而降，它化作一道铠甲和一把神剑。那铠甲仿佛有生命般，竟自主手持神剑，朝魔族发起攻击。仅凭一剑，34位魔神直接死亡，魔神皇被重创，无数魔族被毁灭。也因为这一剑，整个魔族瞬间元气大伤，沉寂了1000年之久。在那一刻，所有人心里都响起了同样的声音，那便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可就在那一击后，王座能量耗尽，从空中坠落至此，陷入沉睡，只留下了5块与其一同落下的神石。5块神石？难道说剩下的5张王座是？不错，在之后的1000年里，骑士殿首任殿主萧霍以那5块神石为基石，仿造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锻造出了其余5张王座。此后，6大神印王座便成为了人类的最强兵器，始终守护着人类。而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也一直沉睡至今，等待着被唤醒。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张最强王座现世，就是我们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之时。当然，我也要提醒你们，数千年来无数人想挑战他，却无一人能成功与之共鸣，进入考核。浩辰，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他，你也曾与他多次共鸣，但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核里究竟有什么，没有人知道。也许你会遇到恐怖的危机，也许你会面临艰难的选择，这是一场完全未知的冒险，而你只能独自面对。浩辰，我们所有人都期待你能获得他的认可，但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定不辱使命。接下来，去开启你们的考核吧。一旦你们选择的王座与你们共鸣，即可进入该王座考核。这就是神印王座考核地吗？我们走吧。那上面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神印王座了。悲伤之神印王座。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神印王座考核现在开启。
欢迎进入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验，挑战者，你需要分别完成永恒与创造的2个考验，领悟永恒与创造的真谛。首先开启的是创造的考验。日月大陆上，生活着信奉自然的自然族。与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族。但因为信仰的不同，资源的稀缺，双方争斗不休。战争与死亡始终萦绕在这片大陆上。长久的争斗后，自然族势大。在自然之王伊斯顿王的率领下，要将黑暗及其信徒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绝望的暗夜精灵族召唤了毁灭之主，毁灭降临了这片大陆，所有生灵都无可幸免。这便是你的第1个考验，你需要去改变2族的命运，为他们创造新的未来。创造新的未来。终于醒了！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你也不会被该死的伊斯顿王重伤。这些是暗夜精灵族。我为什么会变成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王？我的属性仍旧是光明，灵力也没有变化，除了外表和我原本的身体并无差别。看来这个考验是让我以暗夜精灵王的身份来改变这一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暗夜精灵族被灭族的惨剧。该死的伊斯顿王和自然族，终于要忍不住将我们赶尽杀绝了吗？黑暗的使徒们，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焚烧殆尽！焚烧殆尽！这股力量是9阶光系禁咒。该死的自然族！黑暗之神会诅咒你们，诅咒这个世界！黑暗永存！你们上来没好？怎么回事？烈阳之光怎么失控？不是失控，是被吸收了。怎么可能？那可是烈阳之光，蕴含着最为浓郁灼热的光明之力。即便是亲近光明的我们也抵挡不住，更何况是天生惧怕光明的暗夜精灵族。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你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这么多？还不惧怕烈阳之光了？他的实力相当于9阶2级，不是我的对手。崩山怒击！但我得先弄清楚，2族之间的争斗为何会这么极端。
伊斯顿王，你身为异族之王，为何残忍至此，赶尽杀绝，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我管你什么老弱妇孺，非我族类，其心必诛。我们两族之间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一个仁慈的王是无法率领族群壮大的。作为一个残暴的王，你只能给世界带来毁灭。去杀了那些暗夜精灵！想去救他们，没门儿！快走！王，你一定要平安归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神力，泰坦之环！你救了他们一次，能救他们一辈子吗？怎么回事？我不是在和伊斯顿王战斗吗？怎么突然到了这里？你们先走，我来拖住他们。不要死，要走大家一起走。思思。王，是王，王回来了！5年了，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5年，已经过去了5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5年都没有您的消息，我们还以为您已经……但如今您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们现在情况如何？为何会被自然之兽追赶？其他族人呢？没有其他族人了，就剩我们这些了。5年前，您以一己之力重创伊斯顿王与自然族，使我们也有了喘息之机。我们逃出来后，便选择了一块地方休养生息，壮大族群，等待着您回归。我们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但就在不久之前，那些该死的自然族还是发现了我们，他们攻入了我们的领地，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再度建立的家园。大部分的同胞死在了那场战争中。走，思思，我妈妈！最后只剩我们逃了出来。但他们还不死心，派自然之兽追踪我们。要不是王您及时赶到，恐怕我们已经被灭族了。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因为缺少黑暗之力而出现的退化症。过不了多久，他的全身都变成灰白色时，就是彻底死亡的时候。退化症？这片大陆上的黑暗之力已经非常稀薄了，自然之力势大，黑暗即将从这片大陆上消失，黑暗之神彻底抛弃了我们。可能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退化。暗夜精灵族会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对不起，王，您拼命救出我们，但我们还是辜负了您的期望。只是阻止那一场惨剧并没有作用。如果无法壮大暗夜精灵族，就会有第2个、第3个，无数个陷入绝望的武器出现，就还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创造新的未来。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改变现在的处境，改变这一切吗？除非能拿到日月神石。日月神石是这片大陆的圣女，
不仅蕴含着极为精粹的光明与黑暗之力，还拥有将昼夜交替的能力，能创造出最适合暗夜精灵生存的环境。当然，它对自然族也同样适用。但日月神石由这片大陆最强的存在——神圣巨龙守护在封禁之地。曾有无数代自然之王与暗夜精灵王想要夺取神石，壮大族群，但都命丧于此。那就是日月神石，我恳请能借日月神石一用，救暗夜精灵族于危难之中。尔等卑贱之血，没有资格染指圣物。仅仅1击就能破掉我的防御，他的实力远超寻常9阶6级。神域，天阳三绝。赤阳残镜，明明拥有可以掌控日月，使自然族和暗夜精灵族能和谐共处的日月神石，为何要眼睁睁地看着两族争斗不休，让死亡与绝望遍布大陆？日月神石不是为了掌控世界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他的战力在我之上，又死死守着日月神石，必须想办法将他引开。你想逃到哪里去？这个距离差不多了。日曜，光之息。圣光彩之，受死吧！移花接木，影分身。将神石交给他们，真的能创造新的未来吗？灾祸的自然使徒，千万年以来，你们曾无数次置我族于死地，如今该是你们偿还这种痛苦的时候了。自然将被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黑暗永存，分灵之火燃！提醒我，交出神石并不会改变这一切。日月之月，永恒必来。日月神石能提示未来，现在还能与日月神窝盾产生共鸣。
这才是日月神魔盾的完整形态。恭喜你，解开了考验的第一个秘密。接下来，受死吧！你将面临无尽的毁灭。该死！卑贱之邪，胆敢私吞圣物，受死吧！毁灭无息！日月神窝，不系逆转。融合了日月神石的日月神窝盾，不再受昼夜交替的限制，能发挥它的全部力量。神石竟然认主了，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难道日月神石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创造新未来的关键吗？不，并非日月神石，而是您。我守护神石多年，就是为了等待它真正的主人。也只有您才能使用它，掌控和创造这个世界，做到您想做的任何事。王，我们不要日月神石了，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您能平安回来，您快回来！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天空怎么突然变黑了？是昼夜开始交替了，白昼即将变为黑夜，王成功了！妈妈，天黑了！是王将黑暗重新带回了这片大陆，黑暗之神没有抛弃我们，派来了拯救我们的暗夜精灵王。暗夜精灵王！战斗的痕迹很新，该死，来晚了一步，继续追，在日光下，那些暗夜精灵跑不了很远的。昼夜交替，不好，是那群暗夜精灵夺取了日月神石。不对，昼夜交替停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光暗共存，日月同辉。多谢帮助，神圣巨龙前辈。神石大人，这样真的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这片大陆的争端都来自于生存资源的争夺。如果达成了完全的公平，两族说不定不会再起争斗，这个世界也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愿如你所说，这便是日月神石真正的使命，也能拯救这片大陆。你们这些肮脏的暗夜精灵，凭什么和我们平分这片大陆？为什么整片大陆不能都属于黑暗？是你们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领土，你们这些卑劣的自然族！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世界！即便自然不存，也不能让黑暗留存这片大陆。暗夜精灵族与自然族永生永世，不死不休。
灭之种的，不止绝望，还有他们两族之间不死不休的仇恨。如果毁灭之种是因为绝望和仇恨而降临的，那我到底该创造什么？我要改变这一切，就要解决绝望，解决仇恨。那我该创造什么来解决这一切？黑暗的使徒们，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该死的自然族，自然之神会诅咒你们！你们生还没好，不能再被烈阳之火灼烧了。放心，我一定会改变你们的命运。该死的自然族，滚出我们的家园！神使大人，既然您创造的公平并不能改变这一切，那如果您成为世界的主宰，创造一个新的仇恨呢？是不是就能让两族和平共处了？我会为这片大陆创造新的规则。从今往后，这片大陆的白昼与黑夜，所有的光明与黑暗之力，都由我掌控。我是这片大陆至高无上的神灵，所有生灵皆须向我臣服，才能获得你们生存所需的资源。什么狗屁神明？你凭什么让我们臣服？呀！哼，放肆！我夺取日月神石，并不是为了我们。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两族必要将你这伪神驱逐出这片大陆！给我上！对，就是这样。都来仇恨我，再让我代表你们的仇恨死去，结束这场永恒的争斗。这是毁灭之种，毁灭之种为什么会降临？糟了！毁灭之种一旦降临，整片大陆的所有
生灵将无一幸免。原本想利用移花接木制造死盾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为什么偏偏毁灭之主会在这个时候降临？神使大人，或许这就是这片大陆的命运，注定归于毁灭。可日月神使也并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不，这样的结果我不接受。日月之域，永恒地来。在保护我们。神使大人，没人能在毁灭之种下幸存，这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力量，你是不可能抵挡住的。可我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才来到这里的，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放弃。改变这个世界。为了改变一切，哪怕是牺牲生命吗？原来是这样，原来你一直在尝试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我们还怀疑你，怨恨你。对不起，我一直在思考，创造的考验到底是什么？我创造希望，创造和平，创造规则，创造仇恨，都无法改变这一切。毁灭还是必然会降临，所以这个考验的真相根本不是创造。生命总是在凋零后迸发新的生机，这是世界的循环，而创造与毁灭亦是如此。这个考验其实是毁灭。虽然毁灭的力量无比强大，但如今的日月神涡盾，也许就是摧毁它的关键。日月之手，毁灭。从来没有人敢挑战毁灭，这是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规则。我的一位老师教过我，规则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他真的做到了。从今往后，这一片大陆万物自然繁衍，将拥有新的未来。这就是我的创造。是暗夜精灵王，不是日月之神拯救了所有人，拯救了这片大陆。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伪神，最终却成为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神明，改变了这一切。恭喜你，领悟了创造的真谛，完成了创造的考验。这是什么？你在考验中获得了暗夜精灵一族的完全认可，所以额外获得奖励——精灵之心。精灵之心，它的气息似乎和雅婷很像。在与魔神皇一战中，雅婷也被一起击碎，只剩下这道沉睡的灵魂。但现在有精灵之心在，或许能为他重塑身体。接下来你将进行的是永恒的考验。
这里就是永恒考验地。那这次的考验是什么？获得永恒之环，就能完成最后的考验，获得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你就是被主人选中的人，打败我，你就能获得永恒之环。9阶3级，和我的等级一样。这个考验这么简单吗？王怎么突然不见了？他又消失了。离我夺回力量又近了一步，要加油啊，哥哥！这就是永恒的考验地吗？这里是不是很美？真是稀奇呀！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通过了创造考验，进入我永恒国度的人类。永恒国度，那永恒之环一定就在这里。但他又是谁？我的考验很简单，不像创造的考验那么复杂。你只要能打败我，就能获得永恒之环了。打败你？你与我等阶相同，都是9阶3级。永动之兵。这个考验未免也太简单了。不要那么严肃呀，来点音乐，缓和一下气氛吧。永恒乐章第1章，亘古序曲。9阶5级，他的实力竟然瞬间提升了2级。还没完呢，无尽之火。能如此快的提升实力，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因为这个乐曲吗？随着乐曲的变化，他的实力还能继续增强。以你现在的攻击，可过不了我这关。哼！好险，差一点就被你得手了。那再试试这招，光神之域。
竟然在这领域里瞬间爆发出了9阶5级的力量，这究竟是什么领域？焚天之云！就是现在！日月神石，那条龙竟然将圣物给了你！日月神窝，无系逆传。贴好了你的焚天之云。什么？人类，你很厉害，难怪能通过创造的考验。但你仔细听，我的乐曲要进入下一章。永恒乐章第2章：暗夜之星。9阶7级，又提升了2级。没有人能瞬间提升这么多实力而不受任何反噬，除非这股力量根本就不属于他，他只是借用。怎么样？我的乐曲好听吗？还想继续打吗？我现在是9阶7级，放弃吧，你打不过我。不能让他再继续提升实力了，必须得速战速决。在创造的考验中，我获得了能为雅婷重塑身体的精灵之心。但除此之外，重塑还需要注入强大的能量作为基石。原本想等待考验结束后再为雅婷重塑身体，但现在看来倒是不必了。永恒天使现在释放的攻击，刚好可以借来一用。该死！你利用我的攻击做了什么？不够，还差一点。雅婷，醒过来！不许伤害我的主人！这是光之精灵王，光元素精灵进化的终极形态，侍奉光明神的使者，代执世间光明权柄的光之精灵王。而且，重塑身体的雅婷已突破灵炉契约的限制，能独立作战。这正是大陆从未出现过的智慧灵炉。主人，能够与您再次一同作战，真是太好了。很高兴你能回来，雅婷，与我一起击败他。是。王者之剑。光之洗礼。怎么可能？在这只精灵的宗族下，他这一击竟然超越了我的力量！
们成功了吗？人类，你赢了。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你来这里不就是想获得强大的力量吗？只要你放过我，我会让你获得更强大的、永恒的力量。我拒绝，我只要永恒之环。哼！别急着拒绝，世间万物都在追求永恒，你只是现在还不了解永恒的可贵与美好。瞧，他们都是在这漫长岁月追求永恒之人。曾经的他们都十分弱小，甚至卑微如尘埃。但没关系，在我赐予他们无上的永恒后，他们都获得了新生，变得无比的强大、美丽。先来感受一下永恒的强大吧！我保证，你会喜欢上的。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的实力恐怕都不弱于我。怎么回事？我刚刚明明已经……不死不灭，不坚不摧，这就是他说的永恒的强大吗？一直跟他们战斗没有意义，只会被耗死。我们的目标是永恒天使。雅婷，尽力帮我牵制住他们。是，主人。王者之剑，剑星云。还是执迷不悟吧。不过没关系。有他们拖延的这些时间，我的乐曲已经完成了。来感受神的力量吧！永恒乐章，终章，神明之力。感受到了吗？这就是永恒带给我的力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归顺我，或者死在这里。归顺我？绝无可能！你的乐曲已经放完了是吗？那轮到我了。雅婷，光之精灵王，精灵之剑。什么？晋升为光之精灵王后，雅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灵之剑，能短暂沟通和控制所有生命。我一早就在怀疑，你的这份力量并不属于你自己，除非这股力量根本不属于他，他只是借用。每次乐章变化，你的力量才能变强，这更像是要借用那份力量的信号。但这个信号太微弱，我无法感知到准确的方位，所以我也在等你释放最强的信号。因此，你的终章也是我的终章。
是在给你提供力量的东西。就是永恒之环。恭喜你，解开了考验的第2个秘密，找到了永恒之环。接下来，我早已和永恒之环融为一体。如果你杀了我，永恒之环就会碎了；而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得到永恒之环。无论如何，你的考验都会失败。你还将面临更艰难的选择。如果你杀了我，永恒之环就会碎裂；而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得到永恒之环。无论如何，你的考验都会失败。所以这个考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是吗？猜对了。所以现在你只能乖乖的归顺我。我将赐予你永恒之力，让你成为和他们一样美丽又强大的存在。我不需要你的永恒之力。不，你一定会喜欢上他的。世间生灵接受短暂的生命所束缚，但只要拥有了永恒之力，你的生命就可以和我们一样变为永恒。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妙和强大的力量。不再受弱小身体的桎梏，不再受短暂生命的限制，一起在这个美好的永恒国度，享受着最为强大的永恒吧！季琛的认为，这样的永恒是对的吗？如果你的永恒真的那么美好，那为什么他们的灵魂会这么痛苦？这样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多久？1000年，还是万年？在这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生命之中，我已感到痛苦。这份力量不再是自负，而是诅咒。让我死！我想死！让我死！让我死！你根本不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生命纵使短暂如流星，也绝不黯淡和沉沦。生命即便注定会陨落，也应当绚烂而鲜活。休想破坏我的永恒之环！击碎了永恒之环，你的考验也会失败。逆风直举，向死而生，刹那成为永恒。刹那即为永恒。谢谢你，解救了我们的灵魂，解救了我们的生
我们彻底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永恒之环。恭喜你领悟了永恒的真谛，获得了真正的永恒之环，完成了永恒的考验，获得奖励五彩神石。这片神石的气息怎么有些熟悉？创造与永恒的任务均已完成。穿过永恒之环，即可召唤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终于要达到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了。这是什么地方？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呢？后面的还跟得上！魔族，我又回到了圣魔塔路。人类的圣城就在前面，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拿下圣城。他们要去圣城，圣城是联盟的最后一道防线。魔族要去到那里，必须先突破6大关隘。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神光圆舞曲，犯我圣城者！ 2位不认识的骑士殿和刺客殿的前辈，是联盟的隐藏力量吗？那看来情况还不至于太糟。多谢小友相助，诛杀魔族。你叫什么名字？晚辈龙浩辰，见过2位前辈。龙浩辰，这个名字好像没听说过呀。老肖，你这个骑士殿的殿主也不知道吗？骑士殿殿主？骑士殿历史上姓萧的殿主只有1位。 那就是6000年前创立骑士殿、锻造其余5大神印王座的第1任殿主萧霍。难道我现在是在6000年前？不好，是魔神皇巴尔！ 一群蝼蚁，还真是顽强。 6000年前，魔族第1任魔神皇巴尔率72魔神兵临人类最后一座关隘——圣城。这是人类在这片大陆上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整个族群 已至生死存亡之际。根据传说，魔神皇巴尔无人能敌，能拯救人类的只有……今天，你们都会死在这里。真的要完了吗？人类绝对不能就此灭亡！ 人类死其一致。龙浩辰，
这里与之前不一样了。那是已经几千年都没有人类能站在我面前了。这股气息，你应该感受到了，对吗？为什么仅仅只是听到他的声音，我竟然能有获悉一切的感觉？您是创世神。没有人能承载我王座所有的力量，于是我将其分成了5份，这便是你最后的考验。它无关乎力量，只是一次关于勇气的选择。它的名字是第1份，源于生命伊始，争夺不休的杀戮之力。我早已在杀戮中淬炼过1000万次。第2份，源于智慧萌生，探索过度的惠及必伤。若无求索精神，生命便会止步于此。第3份，源于秩序既定，却欲颠覆其身的反噬。我愿受反噬，只要能颠覆属于人类的命运。第4份，源于悲悯过度，自负而成的沉重枷锁。说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我也不是我。第5份，源于悲剧交困，根植于无力的懦弱。我明白切懦的代价，所以我绝不会懦弱。成功了！没错，你还真做到。不过，孩子，一路走来，这么多考验，哼，你不累吗？从小就是光明之子，承担那么多他人的使命，背负那么多业力，没有一件事是你自己的选择。就像这个考验，一点也不有趣，可你还是冒着生死之险，你不累吗？如果我的女朋友彩儿在这里，恐怕她已经上去揍您一顿了。您说的很对，这一路走来的确很累，但您也说错了一点，这一切无关他人，这是我的选择。
我真的很喜欢做一名骑士。每当我锤击我的胸口，我都能感觉到我心脏通通的跳动，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在热血沸腾。这种感觉让我相信，这一路以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这就是我炽热的心。Searching for an art, the one was meant to fall apart right from the start. I know, you know, there's no more hands to hold. It's time to go. 放心吧，人类不会就此灭亡。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会有一代又一代人带着你们的信念继续抗战。我们终将洗刷我们的屈辱，夺回所有失落的领土，将魔族彻底逐出我们的家园。这是什么力量？吾将承载亘古永恒之意志，执掌万物创造之神力，为此世界开天辟地，神意王座。魔灵，你到底是谁？又为何会在此刻出现？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今天你会死。魔神和霸竟然被击退了。他可是9阶巅峰，他使用的这份力量神圣而又强大，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到底是什么？那位叫龙浩辰的骑士，到底是什么人？好，很好，你真的惹怒本王了。是。
石柱龙石，天清剑戟。本皇今天定要荡平全人类。那就来试试，你能不能从我手中夺走一个人的性命？神意，化铠。数位魔神。他的灵力竟在瞬间攀至9阶巅峰，与我比肩，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长，这是为什么？ 你比我认识的那位魔神皇要弱了不少。你到底是谁？吾执掌永恒之权柄，赐你罚罪之时。 永恒3剑，万物复苏。
打败了魔神王巴尔，太厉害了！真是不可思议。龙浩辰，我记住了。所以，传说中6000年前降下神印王座的人，是我。是你，又不是你。我们每个人都不该轻易放弃。我们每个人都该创造自己的传奇。是啊，我们得救了！太好了，我们得救了，是他救了我们。赢了，巴尔被击退了，我们得救了！太棒了，是他救了我们，得救了！得救了！得救了！是神明们！这都过去7天了，不知道团长他们神印王座考核的进度现在怎么样？要是咱们能帮上忙就好了。想什么呢？这可是象征人类最强力量以及最高荣耀的神印王座的考核。我这不是着急吗？别担心，相信他们。那是什么？啊！这种异象证明他们3人中已经有人通过了神印王座考核。是放哥，他获得的王座是。全能之力，无所不克；全知之眼，无不洞察。战场洞察秋毫，全域精神增幅。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醒灵。我怎么感觉瞬间清醒了，心里一点也不着急了？这就是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的精神增幅吗？能让人内心振奋，毫无杂念。这还没正式使用王座之力呢，只是被气息笼罩，就能有这么大范围的增幅效果。不愧是神印王座，好期待接下来的王座呀！
爸妈妈！原本我很担心你会在仇恨中迷失，但这一路走来，你始终坚定地完成你的目标。我一定会杀了熊魔神，为你们报仇！终于拥有了自己渴求的力量。天使拥簇，光明永存，恶魔环绕，黑暗无垠。此身同在光暗，凝聚为风，化悲作刃，斩破戮魂。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降临。联盟历史上从未有骑士能够获得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的认可，是因为无人能同时驾驭光暗两种相生相克的东西。但韩宇天生光明，却拥有一只黑暗属性的魔兽坐骑。这也让他具备了这种天分，获得了这张王座的认可。真是太好了！这下我们多了2位这么强大的神印骑士，人类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现在6大神印王座已经激活了5座，那最后的那座永恒与创造之神夜王座初次降临圣魔大陆，就阻止了人类灭亡。自那之后，成为人类渴望却无法探索的存在。但人类始终坚信，获得这最强王座的力量，就能改写人类的命运。盟主已经考核了这么久，比以往任何一次王座考核时间都要长。他真的能获得这传说中的最强王座认可吗？浩辰是6000年来唯一拥有最强王座考核资格的人。团长带领我们，创造了无数奇迹。他一定会通过考核。娄浩辰继续按照宿命的指引走下去，追寻6000年前魔族降临的真正原因。你是宿命选择之人，星空无垠，宇宙无际，待你完成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就将去往更多位面。希望你已做好了准备。啊！大家快看，这种天地异象，难道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97年。跨越6000年长夜，人类终于在此刻真正拥有了最强王座——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力量。气势的神印王座啊！我们曾仰望雄伟的傲庭山，觉得山脉高耸入云，难以攀登。但爸爸告诉我们，
再高的山峰，只要你每一步都足够坚定地走下去，就总会有登顶的一天。现在你做到了，我看到群山已经在你的脚下。是我们做到了。谢谢你完成了我们的梦想，山顶的景色真的很美。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坚定，你走过的每一步，都汇成了通往山顶的阶梯，而我会继续走下去。永夜将近，光明既显，与生命欢腾，与毁灭终结，成亘古永恒意志，掌万物创造神力。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降临。浩辰，恭喜你终于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梦想，你的一切付出都会有回报。这是什么？王座共鸣。何等奇妙的共鸣现象！最强王座的现世，竟然牵引出另外5座王座。我没看错吧？天上那些，难道是6大王座在共鸣？有了6大王座的力量，我们一定可以反攻成功！彻底击溃魔族，夺回我们的家园！亘古未有的时刻终于降临。当6大神印王座同时觉醒，6道神印之光贯穿天地。团长威武！团长的最强王座，好想感受一下。这下我们团是不是有3个神印骑士了？属于人类的命运之轮，于此刻开始逆转。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已经现世。是的，父皇，数千年以来，获得过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感召的，只有龙皓晨，他一定还活着。那天前，我要立刻前往梦幻天堂获取神格。这期间，你暂管魔族内事务。是。幸不辱命，我通过了考核。哇，杨文章，你穿晶晶机做铠甲好帅呀！老师，我已完成了晶晶机做的考验，我们的训练什么时候开始？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就想拿我的王座了？没有，我只是想抓紧时间变得更强。我开玩笑的，不要紧张，我们的训练从明天开始。还有一位伙伴，也将以新面貌和大家见面。
在王座考验期间，我重塑了雅婷的身体，现在她的实力与我同步，未来也会跟随我的实力增长而增长。主人、主母、贵安，大家好久不见，我是雅婷。当初的光元素灵炉就巴掌大，现在居然变成了真的精灵。以后我就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团长，现在神印王座也拿到了，还复活了雅婷，咱是不是要去找皓月了？与魔神皇一战后，皓月一直在他的世界沉睡进行恢复。不久之前，我感知到他即将苏醒，届时他会直接升级为8头。8头？之前5头状态下就能摧毁2根魔神柱，不敢相信8头皓月对魔族的威胁会变得多大。而且魔族目前恐怕还没有开始提防他。可以说，皓月苏醒越早，我们反攻的成功率越高。只是皓月的世界存在10个亡灵君王，必不会让皓月顺利进化。我们这次前去，恐怕要和他们对上。是3大君王！人类，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之前见过其中3位，实力至少都在9阶3级以上。管他几个君王，敢动我们皓月就干他们去！正好圣殿大比，我们都没打尽兴呢。趁此机会，我们也可以熟悉一下王座之力。我们团一起去。弟弟，我也去。救皓月，怎么能少了我？好，我们一起，绝不给他们伤害到皓月的机会。好似天克里芬的气息又出现了，他没有死，他很快就会完成在这个世界里进行的最后一次进化。这是我们杀死他的最后机会。所有亡灵君王从沉睡中苏醒，随我一起诛杀天谴。
杀掉你的东西，是由你一次次死掉的骨血和这个世界对你所有的憎恨凝聚而成的噬魂绞杀阵。你会第8次死在这里，而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死亡。永别了，奥斯汀·格里芬。死亡到重生，我在这里已经痛苦地重复了7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好像从来都不欢迎我，都想杀死我。直到第8世的我，再没有重生的机会，只能拼尽一切离开这个世界。但就在那一天，我遇见了哥哥，并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皓月。我喜欢这个名字，而不是那些一次次杀掉我的人嘴里喊的奥斯汀·格里芬。而我进化所需的本源之力早就被这个世界夺走，所以我只能一次次冒险回到这里。我以为这次我也能平安回去，回到哥哥身边。哥哥，这是我最后一次重生了，可是我还不想和你分开。皓月，哥哥来晚了。哥哥，像以前一样，这里都交给我，你安心继续进化。是你，我记着你，上次就是你帮助了奥斯汀·格里芬，但就凭你一个人，也敢与我们对抗？谁告诉你，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你们欺负皓月。他们10人等阶均在9阶3级以上，最高9阶7级，大家小心应对。想保护奥斯汀·格里芬，哼，那你们就去给他陪葬吧。第一波攻击不要分散，注意随时进行增援。没想到5年不见，你们竟然成长到如此地步。浩辰，这个地方死亡气息太重，我们没有灵力补充，很难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这可是我的地盘，你们吸收不了的死亡气息，都会化为我们的力量。你们就等着历劫而死吧！你的地盘，好，那接下来你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永恒之塔，行，主人主母现在都是伊莱克斯大人的弟子，所以都可以使用永恒之塔啦。彩儿，接下来我们俩要分开作战，有危险就呼唤我。接下来就由我们为主人开辟新的战场。什么？怎么回事？主人主母，在永恒之塔的压制下，他们的实力都被压低了1级，你们就放手战斗吧。我的实力被压到了9阶4级，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当然是你丧命的地方。算我们压到了9阶4级，杀死你一个9阶1级也绰绰有余。想活了！和万年世界的联系竟然被切断了！哈哈，刚刚在那儿真憋屈，现在就轻松多了。把我们分开，就压制我们的实力。你们是想逐个击破吗？你们曾经伤害了皓月那么多次，在这里，我会终结你们。请星鱼，星儿姐，林信哥，这个人交给我，你们先去对付那只大蜘蛛。别以为在这里提你们的等阶就能伤到我，区8阶巅峰，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谢小心！即便被压制到9阶3级，他的等阶也在我们之上，正面攻击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静儿，那就用我们以前常用的那套打法吧。你是说那一招？没错，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燃烧军团里最强双焰的厉害！炎火之杖，威武阵风，斩阴飞击！这种小把戏可伤不到我。玫瑰之焰。什么？在这儿呢！升天阵，还有这儿，进驻，阴阳分裂。果然还是这招厉害。什么？下一个，到你了！圆圆，还好吧？哪怕把我们困在这里，但死的也只会是你们。弱小的人类，面对你们的死亡吧！他们两个目前都是9阶3级，比我们高1级，并且一个远攻一个近战，联手起来攻势太强，我们无法找到先手机会。谁一起解决近战这个？解决？好大的口气！看我把你们轰成渣！圆圆，准备好！还想解决我吗？你的同伴可是连渣都不剩了。说什么呢？比起圣位1号，你的力量还差得远。什么？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的弱点是什么。吾以全知之眼，洞悉森罗万象，感知万物，洞察玄机，神印王座。该死！这是什么力量？完全动不了了。哇，这个神器的威力，竟然连永恒之塔都在震荡。洞悉之眼，想找到我的弱点，可我是没有弱点的。但我王座的能力，即便没有弱点，也能制造弱点。暴灵银龙卷！
君王就这么死了？猖狂了那么久，现在轮到我们的主场了。此身欲作，此主魂，协同您，神恩贯体。他的灵力怎么突然暴涨到了9阶4级？精神共鸣，此主神力同邪，破魔斩君。是由万千怨气汇聚而成，没有尸体，你根本无法伤到我。而一旦我的怨气将这里完全覆盖，万物都会被怨气消融，你也无法逃脱。是吗？没错。不过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如果你现在向我求饶，我就留你一具全尸，如何？真我操！进化之域，盛世莲花！什么？我的怨气竟然融化了！这究竟是什么力量？赐予你死亡的力量！击败我们了，等级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叫我们分开，是你做了最错误的决定。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同伙已经死伤过半了。你说什么？哥哥，我们马上就要计划完成了。好，马上我们就能带你回家。卑贱的人类，竟敢杀死其他君王！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速战速决，必须赶在奥斯汀格里芬计划完成前终结它，回到原来的世界。想回去，伤害过皓月的人，一个都别想逃！只要曙光之息！疼！你搞清楚状况。就算我们的实力被这里压制，也有9阶6级和9阶4级，击杀你绰绰有余。龙之王，一起上！日月之域，永恒地雷！竟然是防御类神器，那你的灵力又能坚持多久了？谁说我要一直防御了？领域，光神之域。你的确很强，但我的等阶比你高太多。同样开领域的情况下，你真的能赢我吗？寂灭无形，领域封印。我的领域突然失效了，难道说这是历史记载中达到9阶7级才能拥有的封印领域？不错，所有等阶在我之下的领域，皆会被我的领域封印。现在是你无处可逃了。是吗？
这的确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领域，正好试一试。你们两个的灵力加起来都不如我，居然想要困住我，帮助天启进化。既然如此，就都来给我的小宠物加3吧！出来吧，古龙大军！杨文昭，我的生灵之门打开之前就交给你了。公主请放心。古龙，一个都不要给我放过。废话少说，金鸡激动，灵凤。拦我多久？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古龙大军！你们就等着被我的古龙大军吞噬而亡吧！那就试试星宇老师教给我的新技能吧——斗杀玄元剑。什么能力？竟然将靠近他的古龙全部困住击杀！该死！竟然让他完成了召唤。哼，不过人类召唤师，你也太弱了。你的小男朋友给你争取这么多时间，怎么才召唤出了一个？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了。上次在圣殿大比没有彻底放出来的这招，就让你先试试吧。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一共是36个。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不可能！这才是婴儿作为神眷者真正的实力。在永恒之塔，你能召唤的古龙是有限的，但我的召唤是无限的。现在轮到我了。大人，救！韩宇，这个大块头就归我了。好。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可恶！这大块头身体是用什么做的？我的身体坚不可摧，刀枪不入。你太弱了。那再来啊！本大爷还没发力呢！我的大力丸，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进入我肚子的东西，可没有吐出来的道理。它们都会被我用来熔铸我的肉体。这可是小白花给我精心升级过的武器，你休想吃掉！凝聚黄之大力丸！救命！看看是你的身体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开启领域后，我的每一拳都会带有10万灵力的雷霆之威。能放开拳脚打架，就是爽啊！这群僵尸会不断再生，杀都杀不完，不能跟他们纠缠，得先去对付那个大的。我们早已丧失对痛苦的感知与对死亡的恐惧。区区一个人类，又怎配和僵尸大军作对？僵尸大军了，不过如此。接下来就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恐惧。吾以天使之心驾驭恶魔之躯，恐惧哀悯，降临彼身，神印王座。恐惧震颤，这是什么？王座化铠。绝才！怎么回事？我的战意竟然在逐渐淡去，这究竟是什么力量？这是终结你的力量！可恶！这大块头竟然有一肚子毒液，弄得我满身都是。司马迁，别着急。白翼圣域。哇！不愧是神印王座，这也太牛了！要知道其他人进得如何。来出去！怎么样？用不了领域，你还能拿什么赢我？浩辰，我们所有人都结束战斗了。看来是时候了。人类骑士，这就是你袒护天谴的后果。是吗？接下来也就来承担伤害皓月的后果吧。什么？看来是团长那边快结束了。哇！没想到主人这么快，比原计划还提前了。主人加油！永恒之塔将立刻释放所有人回到对战场，大家做好准备。
怎么可能？那是源于宇宙意识的力量。王座之下，尔等皆由我所控。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这是什么威压？我的战意居然全部消失了！不行，不可以！我必须要杀了奥斯汀·克里芬！是皓月。 回来了，奥斯汀·格里芬，我要将你终结于此！我们终于可以在此并肩作战。皓月这次进化，不仅升到了10级，还多了2个头，变得更强了。是啊，皓月回归了，我们光之晨曦也终于全员集结了。不错，现在就是我们光之晨曦的最强时刻。皓月。 既然进化也完成了，我们马上回家吧。奥斯汀·克里芬，必须死！无论要付出何等代价，我都一定会杀了你！ 将以本源之火换所有亡灵归来！小心，所有的亡灵都复生了！所有亡灵听令，奥斯汀·克里芬已进化8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击杀他的机会！献上你们的一切，杀死奥斯汀·克里芬！ 这些亡灵想要自爆！他们这是在集体给亡灵审判骑士赋能。炮车那边有危险！吸收了所有亡灵能量后，他现在的实力竟已接近整界8级。80万灵力，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扛不住。 不能让他继续释放攻击了。皓月，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命令在被剥离。这是阿属性的混乱元素剥离。没想到。 皓月的力量竟能完全克制亡灵审判骑士。
敌我不分啊！皓月是想毁灭这个位面，必须阻止他！皓月，快住手！可恶的天谴！我们终究是徒劳了。可是没有人能阻止你的毁灭。皓月的自我意识现在已经被愤怒与痛苦的情绪完全覆盖，得想办法唤醒他。皓月，是我。杀死天谴！杀死皓月的伪装！杀死天谴！为什么你们都要杀我？皓月，醒醒！不要害怕，哥哥在这里。哥哥，是哥哥！只要哥哥在，这些痛苦就不会重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伤害哥哥。皓月，没有人再伤害你了，我会永远保护你的，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浩辰，你和皓月怎么样？我们都很好，大家都来接你了，我们一起回到圣魔大陆，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皓月不会摧毁你们的世界，今后也不会再回到这里。皓月，我们走吧。奥斯汀克里芬居然会听从一个人类的命令，他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如今他已进化到了8等，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能够阻止他。但竟然出现了一个人类可以左右天谴的选择。看来很顺利啊，小家伙这么高兴。今后不用回那个世界，肯定开心啊！而且现在皓月可是多了金属性和雷属性2种属性。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我们皓月这么全属性的魔兽了。新出生的2个小家伙，却按属性分别叫小雷和小金吧。哇，小金真的能吐金子啊！这种品质上乘的金子，价值可不低呀，可以成为各种高阶武器的合成材料。这下皓月也是我们的小财神爷了。小金，我也要！你别这么肉麻，会吓到小金。我和小金肯定是双向奔赴。来，小金，我一个。小雷，我错了！
小雷说：“谁都不准欺负小金。”哎呀，小雷大人息怒，我刚才是太喜欢小金了。来来来，给你好吃的。看来小雷虽然最晚出生，却非常照顾兄弟们，很有大哥范儿呢。开心，开心！皓月度过了最后一次进化，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好看好看，我们再拍几张。说起来，这次回来，你的实力似乎又提升了。皓月在完成进化之后，通过血气对我进行了反哺，直接让我提升到了9阶6级。9阶6级，9阶之上，每一级的提升都无比艰难，而每提升一级，实力也会天差地别。皓月可真是为你送了一份大礼呀！随着皓月的回归和雅婷的加入，光之晨曦猎魔团的分工也变得更加全面完善。在未来与魔族的战斗中，我和彩儿依旧其次一体作为前锋攻击。婴儿开启生灵之门展开群攻，连线以攻击魔法发动强攻，破开魔族防御屏障。韩宇在获得神印王座之后，攻击力大幅提升，还能对魔族造成负面影响。他将同杨文昭一起加入强攻阵容。圆圆和司马仙依旧在侧翼参与进攻，在保护婴儿与连线的同时，协助其他方位的进攻。大家的魔兽伙伴现在也是我们团队强大的竞争力。麦兜和邪眼目前已能独当一面，随时补位进攻。皓月则是我们最为强大的底牌，能全方位压制魔族。不仅如此，我们之前在辅助和治疗方面的短板也有了弥补。张放放的王座可以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战力增益，制造取胜的机会。而雅婷可以在负责攻击的同时，为我们团队提供治疗。未来，无论何等实力的魔神，我们都有一战之力。4年前的人魔战争，致使各大边关受损严重，战争资源几乎消耗殆尽，士兵更是死伤惨重，也让我们看到了之前6大关隘各自为政的弊端。停战休整的这4年，联盟加强了边关与军队的建设，补充整合战斗资源，按需运往6大关隘。目前联盟包括另外2支称号级猎魔团以及各店店主在内，一共63名9阶强者，200多名8阶高手。其中骑士殿36座精金基座已尽数择主，8阶以下的兵力则尽数并入了原先成立的6大联盟军团，已通过训练投入了6大关隘。联盟新的防御体系已经完成建立。整个联盟上下一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战前准备。太好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正式向魔族发起反攻了。不错，我们当前的实力可是达到了这6000年来的顶峰。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有可能将魔族彻底湮灭。魔族最近有什么动静吗？目前没有任何异动。毕竟战争期间，魔族同样损失惨重，30多位魔神折损，2根魔神柱被你摧毁，
应当没有恢复的那么快。猎魔塔刚刚收到了魔神之陨的紧急传信，魔神皇风袖绕过了2支称号级猎魔团的监视，率领第8、第10柱魔神入侵梦幻天堂，夺取神格。什么？难道魔神皇的目标是成神？一旦他成神，我们将再无优势，必须阻止他。封锁梦幻天堂，找出神格。是，陛下。梦幻天堂还没到开启的时刻，魔神皇竟然就强行突破了自然女神留下的屏障进入。难道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神明之上？要是再让他得到神格，他将成为这片大陆唯一的神明，我们人魔间的终极之战也将开启。龙浩辰，快来啊！梦幻天堂的入口果然已经被强行打开了。魔神皇他们已经进去了吗？浩辰，答应我，这次面对魔神皇，不要再一个人硬撑了。别担心，彩儿，我不会再让你难过了。加快速度！魔神之陨的前辈们已经去追击了，我们得赶紧进入与他们会合，一起阻止魔神皇夺取神格。精灵龙前辈，吓死我了！精灵龙前辈，你怎么出来了？小泪现在在哪里？你们是遇到魔神皇了吗？入侵梦幻天堂者，日月之域，永恒必来！大家快散开！他身上有魔神皇留下的印记。看来是魔神皇封锁了他的自我意识。必须得赶紧控制住精灵龙前辈，否则让他一直发狂下去，恐怕会暴体而亡。分散战备，避开要害攻击。下手注意轻重，不要伤到他。幻天堂者，彩儿，我没事，你也小心。无剑继父，不行，精灵龙前辈的等阶原本就比我们都高，还要留守与他战斗的话，根本不可能制服他。
文昭保护好婴儿。其余人与我一起拖住他，给婴儿争取时间。是。重力！圣隐灵炉，封魔之锁。以我之力，驾驭魂桥。众生为伴，换回本心。婴儿成功了！精灵龙前辈，快醒过来吧！不好，精灵龙前辈又开始发狂了，不能让他挣脱封魔之锁。发生了什么？只有你快点醒来，告诉我们小雷在哪里，我们才能马上去救他。小雷，大龙。救救小雷！你还好吗？小雷在哪里？快去梦幻神殿！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97年，也是10年停战的第4年。梦幻天堂突遭魔神皇入侵，他意图夺取神格，凌驾世界之上的野心，撼动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警力。人类6大关隘城墙钟声接连响起，士兵们在城墙上严阵以待。6大殿主驻守6大关隘，3支人类最强猎魔团先发参战。傲视9天前往魔族腹地，探查其余魔神的异动。光之晨曦赶赴梦幻天堂，协助魔神之云阻截魔神皇，而率先抵达的魔神之旅，却在此时遭遇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瞬间展开如此广阔的静电场，竟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来的人至少是9级5级。万象光辉！
难怪闻起来恶心腐败、污浊陈旧。原来是你们这群老不死的！第10柱，闪电魔神！我的手！不是第10柱，是前10柱。是不是很意外呀？你们跟第4柱交过手，是不是就以为我们会不熟他？欺吾之计，子民如弃。火风斩击之！怎么回事？他真的只是第8柱吗？就让你们死得明白。陛下曾经为了更好的圈养人类，将我们前10柱实力封禁数百年。如今陛下将登神旗，我们的封禁也已被解除，你们这群家畜就该正视真正的恐惧了。前10柱魔神过去竟然都在隐藏实力，他们的真实战力统统都在60万灵力之上。杀血诛剑！人类目前还没有达到9阶6级的强者，即便是称号级猎魔团，与现在的前10柱魔神对抗，胜算也非常渺茫。快走！我们先将这个消息带回联盟。果然是一群不知感恩的蚂蚁，无视陛下的仁爱，还妄图在挑衅后全身而退。袁立，该你动手了。接下来，你最好能把他们全部碾碎。我会把他们撕裂在无限的空间中，收获上千万倍余业的惨价，一个都跑不了。团长，你要做什么？你的灵力已经……不要回头，我来断后。当我破开杀阵时，确保直接开启传送。我命，我愿，我是。万穷牺牲，诸魔快散！好，一定要将这个消息带回联盟，否则人类将会迎来灭顶之灾。献祭全部的灵力，让自身瞬间暴涨数10。你们人类还是这么喜欢昙花一现的自我感动？空间回正，
回事？糟了，我们都走不了了。现在不就正好凑齐一群老残废了吗？一排好戏，迎接死亡吧！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什么人？称号级猎魔团，光之晨曦。前辈，你们先回圣城疗伤，接下来交给我们。你们小心，前世主释放了被封禁的强大力量，他们现在的实力远超从前。混到了，小闪电的传承之冕，在你们身上。曾留下最黑暗的预言，即使被遗忘已久，每一个字也都令人生厌。光明怎会坠落？黑暗又如何成神？即使最癫狂的疯子，也不敢如此胡言乱语。除非那些遗忘代表着最深的恐惧。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大家，我们必须尽快阻止魔神皇。杀了我儿子的人，你们一个都别想走！大家小心，他们是8柱元力魔神，10柱闪电魔神，实力远超我们过去遇见的所有魔神。你们送我的儿子回归了原力，我就赐予
以你们同等的湮灭吧！去死吧！居然还能站起来！我会让你们的狂妄付出代价。没错，为魔神之陨的前辈们报仇！真是你！我从你身上闻到了闪电的味道。我要抽出你的骨头，切出你的心脏，用你的血肉撑住我儿的传承之冕！别急，你们一个都逃不掉！比起那个老年团，你们确实更强一点，但也仅此而已了。空间逆转！可恶，我们被分开到2个空间了，大家小心！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的灵力也在快速流逝，必须速战速决。不急，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折磨你们。拿出你们的真本事吧！现在这样可不够我打！武魂炎天，就这！神印王座，王座化开。万象启明！哇，我们的灵力瞬间恢复了不少。是谁拿了我儿的传承之冕？现在自裁，还能免受无尽痛苦？不如你自己去问你儿子。这招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的小闪电？该死的虫子，竟然还敢用我儿子的传承之冕来对付我！我要让你大怒不胜！可恶！大家，我们不能这样耗下去。还有魔神环和叶小泪那边，必须尽快赶过去，否则我们没有时间了。原来从一开始，你就并不是想融合自然女神的神格。原来你真正的目标是要重启斗神之路。自然女神如何与我相提并论？我风秀只会成为我自己的神。糟糕，叶小泪的气息感应越来越弱，难道是？一起上！明月，光之大力丸！万星尽灭！彩儿，我必须尽快去救叶小泪。明白。想得好！
熟不熟啊？原力操控，原来是你！哎，拜拜。浩辰，这边。幼稚，我们的结界只是看似有限，实则是无限呐！彩儿，在生与死的界限中，我们仍能抓住彼此，又怎会被你们的结界隔开？我会记得，你还在等我。嗯，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吧。你们一个都别想过去！有趣，我能感受到，我似乎是第一个来到此处的人。他们在兴奋地欢迎我呢。我还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世界。你会成为怎样的生命？什么时候，你们这些弱小的存在才能明白？对我而言，神明也并不重要，成神只是我的一个步骤，甚至连乐趣都算不上。你们就好好看着吧，我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世界。并不是现在。龙浩辰。你还活着，很好。这个世界不会属于你。和上次完全不一样的气势。要再挑战我一次？上一次面对魔神皇，是像无底深渊一样的绝望。这一次，虽然也如同最漆黑的深夜，但并非看不见曙光。神印，王座。不错的力量。这一次，我不会再失败了。你已经接近了神明的层次。但仅仅只是接近，可还远远不够。感受陛下的力量吧，在这最绝望的黑暗里，体会如同蝼蚁一般死去的命运。就算是蝼蚁。也想要活下去，永恒三剑，创世生灵。
你的确变强了，但不是我的对手。刘浩辰，他剥夺了我的神格，重启了登神路，他想通过登神路成神。什么？绝对不能让魔神皇成神！必须阻止他！刘浩辰，快！登神路的终点是成为神灵，他一旦成神，就能掌控整个世界。如果不能阻止他的话，一切就都完了。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踏入这里，我会将天谴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啊，怎么回事？太阳怎么被遮住了？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天怎么突然变黑了？发生了什么？我看就差你多了。白昼消失，星河倒悬，圣魔大陆从未出现过此等异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大陆的自然规则运转被打破了。你看，那又是什么？云层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那股力量，不会是……魔神术！怎么回事？突然来了这么多魔神柱！魔神柱竟然再度同时出现，是魔神皇的威压，竟已变得如此之强，就像是终于冲破了某种束缚，即将到达一个无法触及的层次，简直就像神明！这怎么可能？难道魔神皇真的已经成神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再也无人能阻止他。整个联盟，整个大陆，就真的完了。是陛下，他成功了。什么？那还没杀了这群小杂碎呢！不能坏陛下正事。走吧，反正过不了几天，他们也都要死了。副团长，还好吗？他们这么轻易就离开，肯定是浩辰那边出事了。我们要赶紧去确认浩辰的情况。看来你透支生命使用的大预言术，已经帮助陛下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只要陛下能如愿开启他想要的世界，彻底注视奥斯汀格里芬，我们也能回到故乡。故乡吗？我们已经在这片大陆存在了6000多年。不一样的，那颗遥远的星星，才是真正的家。陛下离开前，
将魔族一应事务交给了太子殿下。他现在情况如何了？我们都低估这位太子殿下了，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狠。人类3大称号级猎魔团之一，人均9阶3级以上，共杀过11位魔神，其中4位是20柱以上。32年前，曾重创过第4柱死灵魔神萨利基纳，但你们还是输给了我。你们的力量，我收下了。恭喜殿下获得了逆天魔龙柱的认可，实力大增。还不够，我父皇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魔神皇，却也是最为仁慈的魔神皇。从一开始的圈养人类，到发现他们竟然敢藏匿奥斯汀格里芬，他也只是想通过击杀龙浩辰这个血气者来解决问题，但他却并没有成功。于是他只能去踏上那条从未有人踏足的登神路。但成神意味着什么？他想要的新世界，又将有什么代价来换取？我无比崇拜与尊敬我的父皇，所以，我必须去帮他走另一条路。看来这次异象是魔神皇的一次宣告，梦幻天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浩辰，早点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毁灭大陆。浩辰，团长，浩辰，你还好吗？我没事，彩儿。没事就好。团长，我们飞了！还好，没生命危险。团长，魔神皇呢？魔神皇已经进入了登神路。什么？登神路是啥？圣魔大陆曾经有神明庇佑，在那时，灵力达到100万的强者，如果想要成为神明，就必须通过神明的考验，这就是登神路，也是创世神规定的成为神明的唯一途径。直到6000年前，72根魔神珠冲破位面，降临圣魔大陆，登神路被摧毁，庇佑大陆的神明也相继消失。没人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此后，圣魔大陆便不再有神，除了我一枚神钩外，只剩下神残留的力量与投影。而魔神皇不知为何，竟能以我为媒介，进入登神路。一旦他成功走完登神路，他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唯一的法则。即使任何抵抗都毫无意义。我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魔神皇成神，毁灭人类和大陆。也不是毫无转机。
登神路危险重重，魔神皇是否能活着出来，何时出来，都是未知数。我们还有时间。可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概率上，更何况还有魔族在虎视眈眈。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趁魔神皇不在，我们要整合全人类所有的力量，消灭所有魔族，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光你们还不够，我和大龙会带领梦幻天堂全力支援你们。那怎么行？你走了，梦幻天堂怎么办？我现在已经不是神格了。开启登神路时，魔神皇已经夺走了我作为神格的所有力量，而且大陆的规则都因魔神皇打开登神路而改变，梦幻天堂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小雷，梦幻天堂绝非毫无意义，它见证了这片大陆的历史，它清楚地知道，这片大陆是我们的家，绝不允许侵略者肆意践踏。我想，这也是自然女神让我们等待的意义。梦幻天堂与大陆势必共存亡。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回联盟。可是浩辰，即使梦幻天堂加入，我们和魔族的战力对比依然过于悬殊。所以，我们要回一趟圣城，去见一个人。杨爷爷，浩辰，来我这里。我知道你来找我所为何事，来，认真感受一下。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一股力量，一股极其强大而恐怖的力量，似乎能吞噬一切。杨爷爷，那就是那股力量吗？它到底是什么？你既然已获得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想必你也已经见过它了吧？是萧火萧前辈。萧火是我们骑士殿第一位殿主，也是第一个亲眼见过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人。但接下来你要知道的，便是只有历代盟主才能相传的秘密。那是6000多年前，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降世之时，还打开了一扇门。根据萧殿主的记载，在神印王座的感召下，他得知了那门后还有另一片神秘的境地，被称之为无限星域。那无限星域中蕴藏着关乎整个圣魔大陆存亡的规则之力，若能获取，相当于拥有了整座大陆的掌控权。整座大陆的主人，但能被允许进入星域的人，只能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主人，而其他任何生物擅自闯入，则会被规则之力惩戒，剥去肉身，只剩魂体，再无归来的可能。是因为那规则之力非凡人所能得吗？这就非我们所知了。我明白了，杨爷爷，既然我是唯一可以进入的人，就由我去星域，将那股最强的力量带回来。不仅是那股力量，你还需要去唤醒那些永恒英雄们。永恒英雄？龙浩辰，人类的闪耀，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超越万物的勇气和决心。过去数千年，即便没有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
人类英雄们仍旧选择主动舍弃肉身，化为永恒英雄进入星域，为人类探寻真相与答案，即便再也无法归来。小伙前辈，恕有小前辈。还有叶无伤前辈，原来你失踪后是进入了这里。坚信终有一天，会有人可以被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选中，会有人去那片星域为人类带回真正的和平与胜利，而他们将为那个人，也就是你，龙浩辰。他们将为你扫除迷障，化作星光，指引方向。永恒英雄们，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家。数年不见，你竟然已是联盟盟主，果然英雄出少年啊！还要感谢此前前辈的照顾。就是此处了，将你的盟主令拿出来吧。就是杨爷爷说的，去往星域的大门。那门内对普通人而言，便是天人永隔的分界。为避免万一或伤及他人，需9阶强者才能解除最后的屏障。化铠，只能一个人去吗？浩辰，我们对那片星域一无所知，你一人进去。是啊，团长，毕竟这一切都只是传说记载。别担心，我能感受到王座的力量，与那片星域有某种呼应。即便如此，可他说的没错，你此行无人知晓会发生何事，也无人能帮你。你确定仍要前行？前辈们牺牲身躯，也要投身其中探寻究竟。如今我也是唯一能全身而退的人，又怎能辜负他们？彩儿，照顾好大家，等我回来。你自己一个人也要多加小心。
先回来，我们再一起想办法。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放心。彩儿，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有你们，还有整个联盟都在等我，我就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将人类的取胜之光带回来。 现实秩序的空间。孩子，是谁？这里还不是星域，而是供后来者做好准备的永恒通道。你即将前往的星域，是宇宙中最混乱和危险的地方。这是星域中的怪物——堕落半神，他们使用星域中的规则之力进行战斗，每一个都有着不弱于9阶5级的实力。 别急，永恒通道中发生的一切，皆为星域的投影。投影。多年以来，我们就是在星域中与这些堕落半神战斗，争夺规则之力，无休无止。堕落半神，无休无止。前辈，跟我来。 这周围的每一座星碑，都代表着一位抛却肉身，进入星域的永恒英雄。至今为止，一共63位。这就是你的星碑。把手放上去。这股力量。 倘若你死了，星火就会熄灭。63位永恒英雄，如今只剩4位了吗？你们都是联盟的英雄，人类的英雄。你已知晓了一切，如果你仍有这个觉悟，踏入危险万分的星域，为人类带回规则之力，就推开这扇门。这扇门。 就是真正通往星域的大门吗？2个位面的纠缠，似乎让这扇门重达万斤。但我定要像众多前辈那般，为人类带回胜利之光，哪怕付出一切代价。 不用慌，你不是一个人。前辈，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又该怎么找到你们？我们也不知道啊，星域太大了。不过，我们可是等了你数千年呢。进入星域后，也无法传声给你，但你会找到我们的，对吗？一定，无论多难，无论多远，我都会找到你们。
那我们就先在骑士圣山等团长吧。好主意。没有团长的消息，我去哪儿都不安心。请问前辈，这圣山可有适合修炼之地？你们看，那是什么？大白天的，怎么会突然闪烁星光？不对，骑士圣山一直被保护隐蔽，怎会突然有此异象？这是韩宇！我无法挣脱。这是魔神，星魔神的气息。韩宇！瓦沙克，你可真是我族之光。有你的奉献，拿下人类为陛下献礼，指日可待。当魔神皇踏入登神路那刻起，阿宝明白，属于他的时刻已然到来。他利用魔族继承人魔神皇离开后魔族统领人的身份，要求新魔神为他开启一个名为星域死斗场的游戏。即便这会折损新魔神的寿命，甚至更大的代价，但人类的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危机。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这是魔族领地吗？欢迎来到我的星域死斗场。小雨，这到底是什么？都是有什么战士？怎么回事？韩宇怎么会突然被召唤去那里？而且，我们也感应不到他了。可恶，居然冲不出去！这个星域死斗场到底是什么东西？没人知晓星域死斗场的来由，它就像是阿宝的杀戮乐园，一旦被选中，就无法逃脱。数千年了，我们伟大的魔族一直圈养着这些渺小的人类，只因他们是我们的口粮，才让他们苟延残喘地活着。但如今，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好事！5年前，他们竟然掌握了奥斯汀格里芬毁灭的力量，击碎了我们第一根魔神柱。自那以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连续斩杀了我们数10位魔神，2根魔神柱。这简直是我们伟大魔族降临圣魔大陆以来最屈辱的时代。而现在，我们伟大的陛下已经走上了登神之路。待他成神归来，整片大陆的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那么现在，我们难道不该将我们受过的屈辱找回来？感谢星魔神瓦沙克，他不惜一切代价，利用星辰之力，为我们打造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星域死斗场。接下来，在陛下归来之前，我们可以利用星域死斗场，随机将可恶的人类召唤至此，与我们魔族的伟大魔神战斗。被召唤进星域死斗场内的双方，只有一方死去，另一方才能够离开，这很公平，对吗，人类？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一场场无尽的厮杀吧！让我们用人类的头颅，为陛下的归来献礼！韩宇，韩宇，星域死斗场，
他们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如果不尽快阻止，人类将会遇到巨大的、完全不可控的危机。不过，如果真如他所说，这里与世隔绝，为什么？那我为什么能感应到团长？我为什么会突然能在这个星域中感应到韩宇的气息？他也进来了吗？这不可能！原本来这片星域是为了找回永恒英雄前辈们，但自从踏入这里后，方位、时间仿佛都失去了坐标。我不仅没有找到任何他们留下的踪迹，甚至连最初的位置也再无法找回。但现在，我竟然能感应到韩宇。虽无法确认他的方位和距离，但他一定就在这个星域中的某一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多半神。他目前的战力大概相当于人类8级，好像是受了重伤。但为何我的进攻仿佛对他毫无效果？那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等等，能制造那种剑伤的是叶无伤前辈。看来是叶无伤前辈曾来过这里，也许他就在附近。既然如此，那就利用叶无伤前辈留下的那道剑伤，将他击毙。永恒三剑，万物复苏。这就是杨爷爷说的规则之力。那无限星域中，蕴藏着关乎整个圣魔大陆存亡的规则之力。若能获取，相当于拥有了整座大陆的掌控权。我能感受到，在这片星域内，规则之力似乎可以做到任何事，甚至是带我找到叶无伤前辈。但现在韩宇情况未知，我必须先确认他的安危。带我找到韩宇。这是我的灵魂投影，看来是那份规则之力过于微弱，只能将我的灵魂投影传送到韩宇附近。韩宇，接下来就让我们迎接魔族的第1位战士。如果真如阿毛所说，那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必须保持冷静，影响这战斗，为人类带回更多消息。小子，你是那支猎魔团的人，杀了我女儿华丽莎的罪魁祸首，真是有缘呐！确实很有缘呐！韩宇竟然对上了杀害自己双亲的仇人，怎么会这么巧？魔族一定是故意的。我的安排怎么样？宿命对决，
看来这第一场死斗一定会很精彩呢。从你身上，我还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不会是玉妈妈的吧？没人能逃过我的星域死斗场，龙浩辰，我会将你族里的所有人类都拉进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你面前。死斗竞赛正式开始。死斗竞赛正式开始！太弱了，这种不痛不痒的攻击，你们是怎么杀了我的华丽莎的？既然如此，我要让你见识一下身为父亲的复仇怒火！第6柱凶魔神华丽符，也被称为战争魔神，擅长在重力加持下打出极为爆炸的攻击，破坏力极大。20年前，凶魔神带兵围困玉龙关，小雨的爸妈率关内36万将士，鏖战3天3夜，死战不悔。等援兵赶到时，关内将士仅余不到100人，玉龙关万年不化的冰雪被尽数染红，那也是6000年来玉龙关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从此，凶魔神也被列为对6大关隘来说危险程度仅次于魔神皇的魔神。现在的小雨是赢不了凶魔神的。那你也来见识一下身为人子的复仇怒火吧！吾以天使之心驾驭恶魔之躯，恐惧哀悯降临彼身，神印王座。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花开，暗意绝才。这下还算有点意思。这一拳的全力是150吨。韩语的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在攻击时会附带恐惧震颤，使对手战意退去，一切能力的效果都将减半。在神印王座的加持下，韩语原本的灵力也被提升到了60万，和凶魔神持平。有希望！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凶魔神华丽符，今天我就要为他们报仇！报仇？真是好大的口气！那是他的魔神柱。你也太小看前10柱魔神了，小子！攻击对他没有效果了。这一拳的全力，200吨！凶魔神竟与他的魔神柱融为了一体，他现在就相当于一个活生生的
有着60万灵力、破坏力还极强的魔神柱，无法摧毁，也无法受到任何伤害。这就是他被称作战争魔神的真正原因。想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死的吗？20年前，他们就是这样被我一拳打死的。不行的，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会死的。必须坚持到援兵过来。玉龙关绝不能破。援兵，在援兵到来前，你们就会被我统统杀死。这一拳的全力是250吨。光之重力，光之重力！要不是有神翼王做护体，韩愈可能撑不过熊魔神3拳。这一拳的全力是400吨。金岩，不要！结束了。恐惧与悲伤之神翼王座，是除永恒与创造之神翼王座外最为特殊的一个王座。在极致的光明之中，封禁着流传自上古的恶魔之力。纯粹的光明无法唤醒这份力量，纯粹的黑暗也会被光明所排斥。想要驱使那份不属于人类的强大力量，只能燃烧最为纯粹的光明之力，也就是先天内灵力。而先天内灵力无法恢复，一旦完全消耗光，就会变成一个再也无法使用灵力的普通人。我内心无法消除的悲伤与愤怒，疯狂与仇恨，我内心的所有黑暗，都是来自于你。我能走到这里，都是因为你。这是什么力量？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该死！就凭你，也想赢我前10柱？我能杀了你爸爸，也能杀了你！来呀！龟缩在魔神柱后的懦夫，我会连同你的龟壳，将你一寸寸碾碎！强弩之末，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够送你下地狱了！我竟然从他身上嗅到了死亡的味道，这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输给他？这是玉龙关。妈，不要过去！还好我有收集我杀过的所有人类临死前的片段，慢慢欣赏的好习惯。你应该感谢我，让你临死前才能再见到你爸妈。怎么样？他们的惨叫声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啊？
你竟然还没死！我发过誓，即便付出生命，付出一切，也要杀了你！就凭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开什么玩笑？20年来，我无数次想回到那一天，阻止他们踏入玉龙关，但我知道，他们仍会前往，哪怕明知一去不回，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潘云，只为征战之期，止戈之日。华丽符，今天你必死无疑！第6柱寻魔神华丽符，乃魔族坚壁，1000年以来，未曾有人能伤及它分毫。韩云，对局结束，人类死亡，魔族胜。我们的神鹰骑士输了。用我的生命为代价，为你种下恐惧之种，你将血肉湮灭，魂飞魄散。来自20年前玉龙关的36万将士！什么？可恶！伏魔神死了！魔族的1000年坚壁被破了！是我们赢了！是我们赢了！爸爸妈妈，你们回来陪我过生日了！这就是小雨说的惊喜吗？看来我们小雨以后会是一个大雕刻家呢。对不起，爸妈，我没有成为你们期待中的样子。我的手握住了剑盾，长了很厚的茧子，再也拿不起雕刻刀了。训练很辛苦吧？你的爷爷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你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在爸妈离开后，小雨还是成为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没有被仇恨吞噬。爸妈很为你骄傲。小雨还记得爸爸说过的吗？每块石料都会有2次生命，第一次是被自然锤炼，第2次是被精心雕刻。你的第1次生命被父母的仇恨所累，但如今这份枷锁已被你斩断。而你的第2次生命遇到了很好的伙伴。
在你放弃自己的生命之时，他们从未放弃。爸妈真的很为你感到高兴。你的名字是雨，随风飞舞，无拘无束。爸妈原本就只希望你自由。好孩子，你的第二次生命该像鸟儿一样的飞。成功了！还好团长及时想到，灵魂锁链内还有一丝韩语的神魂。差一点点，韩语就真的救不回来了。也不知道浩辰那边怎么样了。阿宝，不要再做徒劳的挣扎了，龙浩辰，这才是第一场。看到这些星星了吗？这200颗命星，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人的命数。7天之内，将有100个人类和100位魔族在这里完成100场死斗。这将是一场杀戮的狂欢。我不会让你得逞。7天之内，将有100个人类和100位魔族在这里完成100场死斗。这将是一场杀戮的狂欢。为了陛下的归来，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一定会阻止这一切，破坏星域死斗场。怎么回事？皓月的力量失效了。龙浩辰，我知道你已经进入了星域，在这里，你无法得到一切外力的帮助。我和皓月之间的联系被屏蔽了。等着吧，你已经被我选中了。最后一场死斗，就是我与你。他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9阶巅峰，这一击不仅毁掉了我的灵魂投影，甚至还要继续追击我的本体。小子，准备好！芝麻，开门！
这里是我的研究室。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这个声音，前辈，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又该怎么找到你们？我们也不知道啊，但你会找到我们的，对吧？前辈，您是？没错，我就是。有了！好险，差一捏捏就完蛋了。前辈，在永恒通道的声音是您吗？没错，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叶三迷。叶三迷前辈，原来是您。哎，先等等，圣功一中3回，光明神卷120点先天内灵，20多岁就达到了9阶6级。这颗心脏有点意思啊，我居然都看不明白。不愧是被永恒王座选中的人，龙浩辰。介意我抽点血做研究吗？一点点就好。叶三迷前辈，怪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人类了，有点亢奋。前辈，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回归联盟，阻止星域死斗场，拯救人类。好孩子，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你知道魔族为什么要开启星域死斗场吗？答案就在这里。6000年前，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的灯神路在巨大的撞击下彻底沦陷，化作了这片星域。星域中蕴含着能影响整片大陆生灵命运的规则之力。数千年来，星魔神一族借助着魔神柱的力量，一直在以灵魂投影的方式入侵并抢夺着星域中的规则之力，以此来操控、影响圣魔大陆所有人类的命运。而我们这些永恒英雄，在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便利用死灵圣法神留下来的超级禁咒转灵卷轴，保持灵魂不散，通过王座之门进入星域，和星魔神抢夺规则之力，守护人类的命运。原来如此，我代表全人类感谢你，感谢所有的永恒英雄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付出。好孩子，快起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且我们的抗争并没有结束，你才是如今的希望。接下来注意听，星魔神之所以开启星域死斗场，也是为了夺取规则之力。每完成一场死斗，不论输赢，他都能抢夺更多的规则之力。一旦死斗完成，他就能收集到星域内的所有规则之力，甚至能帮助灯神路中的魔神皇成神归来。必须要阻止星魔神。但在星域中，只有使用规则之力，才能进行战斗。而每个人的规则之力，都能凝聚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星冕，它代表着你能在星域中使用规则之力的多少，在进入星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就好像先天内灵力一样。星冕从低到高，分为第1到第5星冕，而整片星域中，只有星魔神拥有唯一也是最强的第5星冕。因此，星魔神堪称星域的主宰，我们与他的抗争始终落于下风。我的星冕也只到第3星，叫观星者，它能观测、学习、分析、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知识。这也是我为什么能找到你的原因。如果我想阻止星域死斗场，守护人类的命运，就必须达到第5星冕，打败星魔神。没错。那么接下来，我将协助你觉醒星冕，会合其他永恒英雄，
我们也许不仅能阻止星域死斗场，还能一举击败星魔神，甚至改变整个人类与魔族的命运。前辈，事不宜迟，马上开干！这个丑八怪就交给你了。堕落半神，梁闪闪，给我，给我！他的力量堪比100万灵力。你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击败他，才能觉醒星魔。正确的方式，执念。梁闪闪，永恒3界，万物复苏。什么？闪闪，全部都给我！小心了，他大概是上强度了。他的力量似乎都源于他的执念，执念越强，爆发出来的力量越强。答对了，所以你也试着感受一下你的执念吧。我的。我的攻击对他起效了，不错不错，看来你已经明白了。那么接下来，试一下你最强的执念能做到哪一步吧。我最强的执念，唯有强烈的执念，才能接近规则之力。我最想做到的是，我想阻止星域死斗场，让无辜之人不被伤害。我想阻止魔族的肆虐，让大陆恢复美好。我想守护我的伙伴、亲人、挚爱之人。我想守护所有人。觉醒的挺快嘛！我感觉到，现在的战斗和之前已经大不一样了。这就是星冕的力量。那我是第几星冕？第1星冕？不是第1星冕，而是照亮黑暗的第1颗星星。第1颗星星？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叶三米，既然你的星冕之力是观测者，那你便留在这里，为后人指引方向，成为他们的灯塔。小伙，我们真的能赢吗？几千年了，从没有人类能达到第5星冕。也许我们
永远无法战胜星魔神。正因如此，坚持才有意义啊！每个照亮世界的太阳，都是从一缕微弱的光芒开始。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持有者，只有你能够以血统之躯踏入这。多亏了他们的灵魂锁链，保住了小雨的一丝神魂，捡回了一条命。但他受伤严重，还在昏迷。可这次选中的也有普通人，没办法除掉那个标记吗？一旦被选中，便无法解除。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都不行。真是该死！这是魔族降临圣魔大陆的第6197年，人类第一次感受到星魔神恐怖的力量。无法消除的标记，无法掌控的命运。即便希望的光已经点燃，但黑暗仍旧笼罩在所有人之上。怎么回事？各位好啊！我们的下一轮星域死斗将于明日开始，而人类方的参战人员是瑶瑶。走吧。这是我跟妈妈一起做的，送给杨爷爷。杨爷爷，您一定要平安回来哦。谢谢，我会保护好他。妈妈，杨爷爷会赢吗？好久不见了，阿加雷斯。